姐姐，这碗粥妹妹亲手熬的，你尝尝。我是林婉薇，相府嫡女。前世我死在我那好叔妹手里，现在她带着记忆重生了，以为还能像前世一样夺我嫁妆，毁我清誉。她不知道，我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废物。小姐，果然不出您所料，二小姐身边的翠儿，方才偷偷去了后花园假山那儿，和一个外院的家丁嘀咕了半天，还塞了银子。人安排好了？安排了。那个叫招三的家丁，我已经让咱们的人吓唬过他，他怕是答应反水。赵嬷嬷那边，我也按您的吩咐，让人给他递了个假消息，说他儿子在外头欠了赌债，不还就打断，约在后头见面。很好，这一次林婉婷的如意算盘注定是要落空的。前世你用这招污蔑我私通，父亲信你，把我打得半死。今世你先尝尝自己酿的酒。小姐，都办妥了，明日老爷巡查完花园，必会经过那处假山。到时候大小姐张三阴不整着从假山后头出来，他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蠢货，让他继续装清高，等明日一过，他就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父亲，今日花园的牡丹开了，女儿特意来请父亲赏花。你有心了。呀，假山后面怎么有动静？莫不是进了贼人？老公冤枉啊！赵嬷嬷，你这是在做什么？老爷，是有人传话说老奴的儿子欠了债，让老奴在这儿等人，老奴也不知道怎么。赵嬷嬷是祖母身边的老人，此事恐有误会，不如先问问这位家丁是谁让他来这儿的。是二小姐，是二小姐让小的来这儿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回老爷，二小姐让翠儿给了小的醒子，让假山的名字从藏经故事就冲出来，再让人和小的去了之后，没见大小姐只见到了赵嬷嬷，然后就被抓了。小的不敢撒谎。二小姐，老奴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老奴？婉婷，父亲，这血口喷人，一定是林婉薇收买了他来陷害我。妹妹，你说你不认识他？这是今晨有人塞在我门缝里的，上面写着二小姐欲在后花园设局害你。我本以为是玩笑，没敢声张，只带了白纸走另一条路来看看，不想却看了一场好戏。这张纸是谁给你的？怎么知道二小姐要设局？这就要问妹妹了，她身边办事的人嘴够不够严？你胡说！二小姐，翠儿昨晚去厨房拿点心时，跟豪小姐要倒大霉了，还给了张3个银子。厨房的王婆子、马房的阿福都听见了。把赵嬷嬷带下去，把张三拉下去打30大斩，逐出府去。至于你，立刻回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房门半步。父亲，小姐，这局是咱们赢了。他还没输，等他下次出手，就不会这么简单了。林婉婷身后还有柳姨娘，这对母女接下来一定会用更毒的手段，我得早做准备。小姐，咱们回吧。林婉薇，下次可不会这么简单。赵嬷嬷，你在府里30年了，老夫人的脾气你最清楚。今日之事不说清楚，家法伺候。老爷，老奴真的不知道是大儿姐要害大小姐啊！是翠儿昨天跟老奴说，有人要帮老奴还儿子的赌债，约在假山后头见面。你收了多少银子？没收，是老奴糊涂，老奴以为在老夫人身边当差，我就不敢动你。老爷，老奴招了，是柳姨娘。柳姨娘前些天给了老奴20两银子，让老奴多留意大小姐的一举一动，定时跟她身边的人通个气儿。今日的事儿，老奴是真不知道啊，老爷。柳氏，老爷，赵嬷嬷如何处置？撤了他所有管事之职，送到城外庄子上做苦役。至于柳氏，老爷饶命啊！传话下去，柳氏禁足3月，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院子半步。小姐，不好了！小姐，赵嬷嬷被送到城外庄子上去了，柳姨娘也被禁足了。什么？禁足？老爷亲自下的令。还有，张三被打了板子赶出府去了。他走的时候，逢人就说什么？
说他是被二小姐您害的，说您心肠歹毒，连自己祖母身边的人都算计。一群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你个林婉薇，前世你被我耍得团团转，现在倒长了本事。小姐，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老爷现在对咱们这边的人盯得紧，先让姨娘稳着，让她在院子里安心待着，就当是养病了。等过些日子，父亲消了气，再想办法。林婉薇，这次不过是运气好，让你躲过一劫，下次可就不会那么好运了。我一定会让你彻底消失。小姐，赵嬷嬷已经送到城外庄子上，柳姨娘被禁足3个月，还有那个张三被打了板子赶出去之后，逢人就说二小姐心肠歹毒，连自己找的人都坑。这些都是小事。赵嬷嬷和张三不过是她手里好用的棋子，用完了自然就扔。小姐是说柳姨娘真正的棋手还在那儿坐着，她被禁了足，正好有时间琢磨更毒的手段。从明天起，我的吃茶水不经外人之手，厨房那边加2个人，所有采买的药材、补品、食材都要验过才入口。是。那柳姨娘院里的春草，不要拦她。她若出去，就让人远远跟着。我要知道她去了哪儿，见了谁。前世，他们用的是一点一点渗进身子的慢性毒，让我油尽灯枯，死不瞑目。今生想故技重施，可没那么容易。好一个赵嬷嬷，平日里拿了我多少好处，转头就把我咬出来。姨娘，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老爷进了您的足，咱们的人都被盯得紧，二小姐那边也传出些消息，我还没死。这是当年我娘家从苗疆商人手里弄来的东西，叫百日消，人吃了一天比一天虚，认识谁来看都只当是病死。姨娘，这东西要是被查出来，是要命的事啊！所以不能经咱们的手。我知道城西有个药商，专做见不得光的买卖。你明天趁采买的时候溜出去，让他把这东西混进大夫，直接送到大小姐院里的。那就买通煎药的，多只要这林婉仪倒下，她倒了，婉婷才有出头之日。记住了，这药每一刻都要用在林婉薇身上。事成之后，我重重有赏。要是走漏半点风声，你知道下场。姨娘放心，奴婢一定办妥。这位姑娘抓什么药？我家主人说了，把这个混进安神的药材里，要10天的量。这东西可不便宜，银子好收。都混好了，寻常大夫都验不出来。我出话术牵头，出了这个门，老二我可没关系。春草丫头，出去这么久，买什么了？姨娘近来身子乏，奴婢去城西给她抓了些补气血的药。行了，去吧。我们不好。小姐，您手背上怎么青了一块？没什么，想了些旧事。可是又在想那些梦。那不是梦。白芷有一种毒叫百日消，吃了之后人不会立刻死，只会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油尽灯枯，任谁都以为是病死的。我那个好妹妹应该已经在想怎么把那东西弄进府里。小姐，让她找，找到了也是给她自己备的药。小姐，柳姨娘院里的丫鬟今天偷偷出去了一趟，往城西方向去了。我怕打草惊蛇，没让人跟太紧。城西3教9流的地方，告诉咱们的人盯紧就成，不必拦他。是。柳氏，这次你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了。林婉婷，你这辈子就别想仗着你娘的阴币再碰我了。柳氏，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小姐，安神药煎好了，今天这碗是厨房新的婆子经手的，放着吧。白芷，把你之前从外面药房请来的那位贵请进府来，就说是给我请平安脉。小姐，可是这药……去。大小姐，这药里被加了东西，是慢性的毒，长期服用会让人气血衰败而死。
是二小姐他们。除了他们，这府里还有谁盼着我死？掌柜的，这药我要留着做证据，劳烦您开一张解毒的方子，对外就说我染了风寒，需要调理。是，大小姐放心，此事老朽绝不多罪。小姐，接下来怎么办？那些人今天能往药里下毒，明天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来。正好，我就怕他不出手。既然出了手，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白芷，明日你去找煎药的婆子，就说我近来身子不适，暂时停喝安神药，把这瓶解药给他，就说是从外头求来的平安散，让他每天按时用。是时候让林婉婷尝尝自己下药的滋味了。既然要斗，就斗到底。这一次，白芷，这件事至关重要，千万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小姐放心，我一定办妥。前世他们用毒药让我油尽灯敲，死不瞑目，今生他们还想原样重来，好得很。他们选什么路，我就让他们死在什么路上。另外，从明天起，告知厨房为姨娘准备补品，就说我担心姨娘禁足时气血不足，特意为她补身。小姐是打算，既然这药这么好使，就让姨娘陪着我一起喝。她带来的好东西，岂有自己不品尝的道理？有事，奴婢明白了，明天一早就按小姐的吩咐去办。二小姐，老爷有令，现在您不可在府中随意走动。钟叔，我不是乱走，是父亲传话让我去核对嫁妆单子，说姐姐要跟侯府定亲，嫁妆该理出来了，让我协助清点。既是老爷的令，那二小姐请。翠儿，趁清点的时候，把这几件铺子的地契换成我事先准备好的那批，最值钱的要全部抽走，换成快倒闭的几件。小姐放心，东西都备好了，这些前世都成了你风风光光嫁进侯府的底气。林婉薇，这辈子你想都别想。白芷姐姐，库房有动静，二小姐带来的那2个家丁趁管事不注意，把几口箱子底下的契书换了。看清楚了，看得真真的，换的是铺子契，二小姐手里还攥着一叠假契书。小姐，他换了铺子地契，让他换，换的越多，窟窿越大。把这个交给阿福，让他等二小姐出库房就去请我父亲，就说库房有账目不清的地方，请老爷亲查。父亲最恨账目不清。是。婉婷，库房之地，谁让你来的？父亲，女儿是来核对姐姐的嫁妆单子，刚刚核对完。谁让你来的？是翠儿传的话，说是父亲您的意思。林中，去查，把大小姐的嫁妆单子拿出来，当面核对。这叠契书怎么字迹歪歪扭扭，店名不对？父亲，这定是库房之前就弄错了。既如此，把库房管事叫来，让他看看少了什么，多了什么。老爷，这几家布庄和当铺的契书原是排在单子第1页的，现在变成了2家快关门的铺子。我记得不错的话，库房钥匙除了管事，这段时间只给了二小姐核对之用。你什么意思？搜！把今天跟二小姐进库房的丫鬟家丁全搜一遍。偷换嫁妆、见财起意，这是什么罪？这是家贼！你是我林家的女儿，竟然做了家贼，传出去，相夫的脸面还要不要？女儿知错了，女儿一时糊涂，想什么？女儿只是想把那2个换了契的家丁拉下去，杖30，撵出府去。翠儿扣除半年月钱，不许再在二小姐跟前伺候。至于你，去祠堂跪着，3日不许食。谢父请开恩。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日子还长，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婉薇，你是长姐，该让着她的地方少让着些。你小李不能再父亲说的是，女儿只想安安静静备嫁，从不想惹事。可若是旁人不想让女儿安生，女儿也只能自保。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人都会长大，父亲。我是变了，变得认清了这府里谁的眼泪是真，谁的刀子藏在袖子底下。接下来是柳一枪和厨房的账，一笔一笔都要算清楚。3天，我在这里跪3天，你在外头笑3天。林婉薇，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祖宗在上，我林婉婷发誓，今日我跪在这儿的每一刻，来日都要林婉薇百倍偿还。她的嫁妆，她的婚约，她拥有的一切，我都要夺过来。前世我能赢你，今生照样可以。二小姐，该换香了。进来。姨娘，大小姐那边这2天没闹，也没声张什么。那碗药她喝了没？厨房里的人说头2碗都送过去了，可大小姐从昨儿起说身子不爽，让停了安神药。
他知道了。不会的，药是老胡亲手混的，说是寻常大夫也验不出来。那就行，既然停了，再想法子让他吃进去。我就不信林婉薇能躲得过每一次，她总要吃饭，总要喝水。是，阿弥陀佛，保佑我女儿成事。老太太，您近来身子老不见好，是不是该换句药方？老毛病了。对了，我这几天没朝见婉薇，她在忙什么？大小姐她这些天不怎么出门。怎么了？老太太不到叫了，也不敢跟您说。听说是柳姨娘那边的人手脚不干净。柳姨娘不是才进了族？进是进着，但她院里的丫头子照样到处跑。这府里一个个的都不让我安生。婉容是我的嫡孙女，谁要是让她不痛快，就是让我不痛。小姐，咱们这算是又扳回一城吧？扳回？他把铺子地契换了，不过是输在太急。下次他不会再这么急，他会选别的地方动手，比如厨房。厨房的刘婆子，我已经按小姐吩咐打点好了，以后所有经手小姐膳食的人，她都会盯一遍。另外，那位药铺掌柜教的法子，每次饭菜端上来之前用银针探一探，我记住了。不止饭菜，以后的茶、点心、漱口的水都要验。还有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正要跟小姐说，城西那个药商老胡承认受了柳姨娘的吩咐，将药混入小姐的药里。既是这样，就让他自己尝尝。传我的话，就说我听说姨娘禁足期间身体不适，特意吩咐厨房每日给她送1份补汤，用料要足，火候要够，让姨娘趁热喝，别辜负我这做嫡女的一片心意。小姐是说让咱们的人把那药掺下给姨娘的补汤里？不是掺，我送过去的，自然是干净的。至于姨娘自己买回来的那包，她院里的自己人熬的时候放不放东西，我管不着。刘妈妈，大小姐吩咐，近来身子虚，往后安神药要继续煎，不能停。这是大小姐赏的，您老辛苦，往后小姐的饮食还得您多费心。白楚姑娘放心，大小姐的事儿，婆子一定尽心。药包换过来了吗？换了。大小姐的药包里，我按姨娘说的多加了一味。小姐，药熬好了，只是今日这药煎出来味道比往常浓了些，颜色也偏深。药包让人动过，厨房人多眼杂，不好说。但刘婆子是我盯着煎的，应该不是她。去把药铺掌柜请来，别走正门，从角门进来。大小姐，这药里被人多加了一味极阴的东西。老九方才查了您原先的药包，里面的几味药材被调换成了别的，是慢性毒。幸亏你没喝。又是毒？谁下的？不用问也知道是谁。药包从采卖到入库房，再到厨房，哪一环都可能被动手脚。掌柜的，这府里有人想让我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我要您开一张解毒调养的方子，另备1份无毒的药材。以后我的药从外头直接送进来，过白纸的手煎，不再进厨房。是，老九回去就办。白纸，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父亲？小姐是怕没有铁证，不是怕，是姨娘和婉婷不会认。没有铁证，他们反咬一口的手段多得很。如果这次我只查了药包就收手，他们就只是被禁足而已，白白便宜了那对母女。那小姐的意思是要等她下毒的证据，她跟城下药商来往的人证物证，以及那批混了毒还没用完的药包一次收网，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这药我可不敢喝，倒是你告诉厨房，既然给大小姐接了药，也给姨娘那边送一碗。大小姐担心姨娘进紧久了内火重，特意给她准备的。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姨娘，这是厨房刚送来的药，说是大小姐吩咐您禁足期间难免内火重，特地让人给您也煎了一碗。谁送来的？大厨房的刘婆子，说是大小姐念着您身子不敢怠慢。她倒来给我送药，黄鼠狼给鸡拜年，这药里不定放了什么东西，我不喝。可刘婆子说大小姐那边也煎了同样的药。老爷不旁人问起来，就说姨娘深受感动，已经喝下了。这碗药端出去倒了，倒远一点，别让人看出来是倒过的。是。他知道了，他一定知道了。既然暗的动不了你，那就来明的。等你病得起不了床的时候，看谁还敢护着你。小姐，刘婆子今早跟我说，春草那丫头昨儿半夜偷偷摸摸端着碗去后院假山，把药倒在山石缝里，还以为没人看见。姨娘没敢喝，何止没敢？刘婆子说，春草早上出门买菜，又在路边跟城山药铺的老胡头碰了面。碰了几次？我们盯到的是第3次了，每次都是春草先到，老胡头后脚从铺子里出来，假装在街上碰见，说的话听不太清，但每次春草都是空着手进去，拎着包药才出来。这是给父亲的信，里面写了我近来偶然发现府里有外人出入，药食不明，怕家中女眷的吃食被人做了手脚，你在老爷回府时呈上去。小姐，这封信一旦递出去，府里可就要鸡飞狗跳了。鸡飞狗跳才好，不闹大动静，蛇怎么肯出动？姑娘，这次的量比上次大了不少，价钱可要翻番。钱少不了你的，赶紧把东西给我。我家主人说了，往后几日是关键时刻，药不能停。这次的比上次更纯，掺进吃食里管保无色无味。不过这东西用久了，神仙也难救。
闭嘴，拿钱就走。春草，你篮子里头是什么东西？能让我瞧瞧吗？不要，白纸姑娘，这是姨娘我买的吃食，老出怪事。凡检是外面买进来的猪皮里不发，一律先送到茶房，请大夫验过再用。来人，把东西拿上。怕什么？是补药，大夫验过自然还你。回老爷，这堆药材里头混了一种叫百日消的慢性毒，此物极阴，不可长期服用，否则将气血衰败致死。你说什么？我林府的厨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老爷，这包东西是柳姨娘院里的春草，方才从城西一个姓胡的药商手里拿回来的，人赃并获，守门婆子和2个家丁都是亲眼所见。老爷，近日府里有传闻，说2小姐和姨娘的丫鬟常去城西那间药铺，老奴派人去查，那铺子专做见不得光的生意。去把柳氏给我带过来，还有春草，一并押来。柳氏，这东西是你的。老爷，妾身不知这是什么，一定是有人栽赃，是奴婢自己买的，是奴婢偷偷买的，跟姨娘无关。你说是你自己买的？百日消1两银子1钱，你一个3等丫鬟哪来这么多银子？再者，春草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怎么知道城西那个专做黑市买卖的药铺？林婉如，你少血口喷人，我没够了！人赃并获还有脸喊冤？来人，把春草拖出去杖20，扣下他身上所有物件，逐出府去。把柳氏给我关进后院空房，不准任何人探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出门半步。我相信他，也不信我一句。小姐，柳姨娘这一刀，2小姐那边等于断了一条臂掌。断了吗？还没断干净。他不会承认的，只要他不认，父亲就不会杀他。不过让他活着比让他死更有用，只要他活着，父亲就永远忘不了这府里差点出了泼天的大祸。那2小姐那他已经没有妻子了，下一步他就只能靠自己。我没说，一定还有办法出去。老胡是个贪财小人，要赶紧找人堵住他的嘴。姨娘，用饭吧。妈妈，你帮我去带个话，你去跟2小姐说，让她去找城西老胡。姨娘，2小姐自己还在祠堂跪着呢，老爷说了，不许任何人探视。姨娘被关后院空房，春草被杖责逐出府，老爷查出毒药，大小姐平安。姨娘被关起来了，连春草也被赶出府了。林婉玉，你等着，等我把你彻底弄死，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得意。大小姐，这几日府里闹得满城风雨，你身为嫡长女也不管管。叔娘从哪里听来的？京里都传遍了，大家都在议论，说林府出了下毒的事儿，家风败坏。那叔娘有没有听说是谁下的毒？毒又下在哪里？这就算姨娘有错，你也不能不声不响就把人给关了呀。叔母误会了，关姨娘是父亲下的令。您若是想替姨娘说情，该去找父亲，不是来找我。侄女还要去给祖母煎药，失陪了。小姐，柳姨娘被关已经3天了，老爷一句话都没松口过。关得越久，她越慌。人在绝路上会做什么？会豁出去？对，让她再等几天，等她以为父亲真的要处置她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蠢事来。小姐，厨房刘妈子说，今晚外头巡夜的人格外殷勤，好几拨人都绕到咱们院子外头，问要不要添炭送水。姨娘的树倒了，猢狲总要找新的树。小姐，趁这个空定，要不要歇一歇？自唐2小姐重生回来，您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不歇，要趁这个空隙把账本查完。姨娘3年采买，热面亏空不下2000两，再加上她娘家那个堂兄一直在用姨娘的名后在外头放印子钱，你以为父亲真的只是因为1包毒药才震怒？不，上次假山的事父亲就记在心里了，这次他是一起算了总账。那2小姐呢？她没了柳氏这座靠山，等于断了臂展，但她不会消停，她会更疯。越是孤立无援，越会背水一战。她接下来不会再找帮手，她会自己动手。可我等的恰好就是她自己动手的那一天。这一世你欠我的，我要你10倍奉还。姨娘买的百日消被发现了也好，她大张旗鼓下毒，反而给林婉雨提了醒。可现在不同了，这支铜簪谁都不知道。前世我在宫里见过这种东西，掺进酒里，无色无味，发作极快，事后谁也验不出来。林婉薇，你不是要出嫁吗？大喜之日，我以妹妹的身份敬你一杯酒，你若当众推辞，就是藐视礼数。你若不推，喝了之后慢慢发作，
谁也想不到我头上。小姐，二小姐那边有动静。今天一早她解了禁足，却破天荒没有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半个时辰。反常，更反常的是，她午膳时去了老爷书房，跪着认错，说自己禁足期间日日反省，从此以后一定安分守己，绝不再生事端。她跪了多久？一盏茶的功夫，老爷心软了，让她起来，还夸她知错能改。这世上最难改的就是本性。狼把牙齿藏起来，不过是为了让人放松警惕。给我盯紧他院里所有的人，由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去过哪里，见过谁，说了什么话。小姐觉得二小姐会在这几天动手？不，她刚解禁足，不会立刻冒险。姨娘到了，她没人可用了。下一步，她不会再用别人了，她会自己动手。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刻。姐姐，妹妹禁足刚解，怎么不在房里多歇歇？在屋里闷了那么久，想出来走走。姐姐这些日子操持家务辛苦，也瘦了不少。还好，姐姐，姨娘做了那样的事，是我的不是，我没能劝住她，我对不起姐姐。姨娘犯的错，何必你来认？我想明白了，以前都是我不懂事，跟姐姐争这个争那个，到头来害的都是自家人。姐姐放心，这是我自己绣的香囊，里头放的都是安神的药材，算是给姐姐赔不是。妹妹有心了，只是大夫刚给我调了药，不宜再用别的药材，怕冲撞。不过是个香囊，放在枕边也行。二小姐费心，香囊奴婢先替小姐收着。也好，姐姐不喜欢扔了便是，反正是我一片心意，尽到了就好。就只是寻常的安神药材，没什么异常啊。它不会这么简单。再查，每一片叶子都翻开查。小姐，这碎末不是药材，凑近了闻，有股极烂的腥甜气。说好，明日让药铺掌柜验验。香囊倒是个好东西，既然他送了，我们不回一份，反倒显得失礼。把这支玉簪送到林婉婷手上，就说我说的。长姐如母，往后她的规矩我来教。奴婢这就去。林婉婷，你今天这一礼一跪，跟姨娘前世按住我灌药的手法如出一辙。你不只要我的嫁妆，你还要我的命。小姐，东西送到了。二小姐当着我的面打开看了，笑着说姐姐真好，但我看她的脸色比哭还难看。临走时我按小姐吩咐留了句话，说大小姐说了，往后您的规矩她来教。往后你只需要冷眼旁观，她让她发疯，等她闹到祖母面前，便是她的死期。接下来我不动她了，让她自己动。人一旦孤立无援到了极点，就会铤而走险。那天会是什么时候？很快，因为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他越是不动，就越是在准备。长姐如母，教我规矩。他算什么东西？小姐，不能砸，这玉簪是您姐姐身边的白芷亲自送来的，砸了的话，老爷肯定会知道。你好不容易才解了禁足，也好，就让这只簪子搁在这儿。放在我跟前，我日日看着你，看他几时碎在仇人头上。香囊他收了，收了，当着我面收的。到时候，且看他还能不能端着这副高高在上的强模样来教我规矩。小姐猜的不错，二小姐在屋里发了好大的火，抓起玉簪想砸，最后还是没砸。香囊里的东西我又验过一遍，那东西的确不一般。怎么说？除了夹层的褐色碎末，香味也有问题。但要是放在枕边，夜夜闻着，用不了半个月，人就会头晕乏力，吃什么药都治不好。人都以为只有吃下去的东西才会毒人，其实还有气味。前世他我已经让人拆了，你送去验的药材和这香囊里的东西，让药铺掌柜出个单子，写清楚每一味药材的名目、功效以及配伍毒性，以后用得着。明日一早我就去办。听出祖宗家法，有话说在当面。近来府里风波不断，先是嫁妆，再是毒药，若再不整顿，林家百年清誉将毁于一旦。父亲，以前都是我不偏袒言，姨娘犯糊涂，我曾知过往拦住。嫁妆的事，亲闻之也是我耳根子软，听信了底下人的谗言。姐姐大人大量，妹妹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妹妹这么说，倒让我惭愧了。既是一家人，不提赔罪二字。妹妹送我的香囊，我日日放在枕边，每每闻到那股药香，就想起妹妹的悔过之心。姐姐喜欢就好。前日送妹妹的玉簪，怎么不见妹妹戴？是不是不合心意？只是太贵重了。姐姐既开口了，我这就戴上。好了，姐妹和好就好，家和万事兴。今日当着祖宗的面，此事就此结果。今后谁再兴风作浪，莫怪家法无情。小姐，香囊里的东西，掌柜看过之后是说了一句话：用这法子的人，心比砒霜更毒。是啊，他恨我入骨，
才会用这种阴毒的手段。白芷，你记着，从赵嬷嬷被驱到姨娘被关，再到今天祠堂里她那番悔过，她每低头一次都是在磨刀。今天在家祭上，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她认错认得特别干脆，当着父亲、祖母、族中叔伯的面，她跪得毫不油分愧色，话也说滴水不漏，这不像是认错，像是在走一个过场。对，一个刚被禁足刚解，亲娘被关在后院，被后院自己差点被送去家庙的人，凭什么这么笃定？小姐是说，她在家祭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下一步？不是想好了，是已经动手了。她手里没有可用的人了，姨娘的人被拔了，程曦的药伤被盯上了，那她若还要出手，就不能再用这些人，用她自己。江囊百日消假山，他前3次的招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失败了就把责任推给下人。但今天在家祭上，他看着我的眼神不是害怕被追责，而是在打量，在牌子倒了这个角色。小姐的他会往哪个方向出手？不是吃屎，只能是毁我名节。一个女人被毁了名节，就算查出来是栽赃，也已经说不清了。他不需要毒药，不需要帮手，只要在我的地方放一件不该属于我的东西。白芷，从明天起，我院里所有人分成2班，夜里不许熄灯。要是亲自去看看他跪了3天的那个人不要拦，记下他去哪儿见了谁。另外，小姐是觉得他会在祠堂那边动手，他选在家祭上认错，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相信他已悔过了。这样等事情闹出来的时候，没人会他的地痞，陌生人咬人比熟人咬人更难辨。林婉婷，你用毒害不死我，就想换个法子往我名阶上泼脏水？行，你泼多少，我让你自己一口一口喝回去。家法，好一个家法！父亲今日在祠堂句句都在敲打我。我云坐在那儿，我好像向山看了3日3夜，他就看了3天3夜。大小在祠堂上可没说您什么坏话。那簪子是他挑的，戴在我头上就时时刻刻以待准。最想你不我你娘不如我娘，你庶出的命捏在嫡出的手里。我不能再用姨娘的法子了，毒药吓人，程曦的药伤全被他揪出来了。他已经竖起4面墙等着我撞上去，我不撞了，我让他自己进来。小姐的意思是，他在父亲面前能稳住，在世子跟前，靖安侯府不是快来人议亲了吗？她是未过门的世子夫人，若是被人看见与外男不清不楚，你说？可大小姐身边日夜都有人跟着，日夜有人就更真了，只需在她屋里放一件东西就够了。小姐，2小姐那边的人今儿一早偷偷在后门口跟一个外头来的男人递了东西。什么东西？是一块玉佩，用帕子包着，看不清样式，但绝不是府里的物质。我让人悄悄跟着那个男的，是个地痞，就是上回2小姐叫了没派上用场的那个。玉佩，地痞。我的好妹妹是想把上回没唱完的戏换个台子再唱一遍。小姐是说，她想拿那块玉佩栽赃。毒药行不通，嫁妆行不通，她剩下的路只能是毁我名声。毁一个女人的名声，最好是私通，是要私通最好有信誉。小心的进来啊！干了。前世他也是用这招，让人在父亲面前搜出那块玉佩。父亲信了，我的婚事毁了。这一世，我要让他亲眼看着那块玉佩是怎么变成勒住他自己脖子的绳索。东西已经放好了，天一亮，你带人去相府门前闹。姑娘放心，闹事是我的本行，我一口咬定是大小姐约的，还有100张嘴也说不清。小姐找到了，翠儿在您窗缝下头塞了这个，是块男佩，成色一般，不是府里的东西。还有，翠儿去见了那个地痞，说好明日一早带人来门前闹。那地痞已经拿了银子，答应咬死是大小姐约的他。好粗糙的东西，前世他用的也是这块玉。我跪在这里，外面一夜之间就传开了谣言。这一次，让他自己尝尝偷鸡不成18亩的滋味。我林婉薇在此立誓，2世血仇，一笔笔算清楚，绝不牵连无辜。明日清晨，这府里会有一场好戏，只不过这一次哭的人再不会是我。父亲，女
女儿方才听到后门巡夜的婆子说，有个面生的男人拿着块玉佩在巷口鬼鬼祟祟，嘴里不干不净提了姐姐的名字。女儿怕事情闹大，特来禀报。老爷，有人！姐姐的玉佩，这块玉佩是姐姐的。你看清楚了。放开我！妹妹，你说这块玉佩是姐姐的，你敢说不是？我确实不敢说不是，因为这块玉佩正是昨日妹妹托翠儿塞到我窗缝底下的那一块。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妹妹莫急，你倒是说对了半句，这确实是一块男佩，只不过不是我戴的，而是你买的。父亲，女儿昨晚得知有人在女儿窗下塞了东西，女儿担心中计，连夜派人去查，请父亲允女请出证人。准。老爷，小的昨夜值守后门，亲眼窗见翠儿姐姐递了一块玉佩给这个地痞，还给了银子。地痞拿了东西说：“姑娘放心，闹事是我的本行。”奴婢也看见了，翠儿姐姐塞玉佩进大小姐窗缝的时候，奴婢就藏在廊下花丛后头。这两个贱婢分明姐姐收买了来害我。那就查，钟叔，劳您看看这玉佩的络子用的是什么线。老爷，这玉佩上的络子是金丝线编的，府里只有二小姐房里有这种线，是上月采买时翠儿亲自报的账。大小姐房里从来不用这种线。林婉婷，你先是偷换嫁妆，再是伙同你生母下毒，现在又买通外人污蔑你姐姐的清白。女儿只是不想再嫁得比我好，凭什么不是想害死嫡出就可以嫁给侯府世子？凭什么我样样不如他？林婉婷家的吉儿亲，待我禀过老夫人，送家庙终生不得出。你以为你赢了？你不也是从前世爬进来的？你我手上都沾了血，谁比谁干净？白芷，把那只香囊、姨娘买的毒药包以及成药商的口供整成一份清单，明天一早交给父亲。这些都是父亲的把柄，以后这府里谁也不能再拿捏我。是，你什么都算到了，嫁妆、毒药、玉佩，你全都提前知道。你不是聪明，你是跟我一样从前世来的，比我还早。难怪姨娘被你算死，难怪我每一步都踩在你画好的圈里。林婉薇，你凭什么？我不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活着才有机会让他痛。父亲以为把我关起来就完了，休想！只要我活着，只要林婉柔还没踏进侯府大门，我就还有机会。林婉婷，你3番5次陷害长姐，偷换嫁妆在先，下毒栽赃在后，又买通外人污蔑清白。女儿认罪吗？女儿不认。押走。女儿只是不甘心，凭什么？父亲，今日之事传出去，恐有损林府清盛。你放心，今日在场所有人都签了死契，外面一个字也传不出去。当年你娘留下的嫁妆，我已让钟叔重新清点入库，一样不少，往后全由你自行支配。谢父亲。老太太传话说，往后内宅的事她再也不管了，让小姐您帮着老爷打理。这扇门，前世我嫁出去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那是我临死的最后一眼。今天站在这儿，它终于是我的家了。大小姐，小的是被逼的，是姨娘身边的春草逼小的。你怕什么？我今天不是来抓你，你混进药包里的那批东西，我已命人赵芳抓府里存档，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买卖。但从今日起，你药铺的账册进出货来往，每月抄一份送到相府侧门，少1个月我就把你送官。小的记下了。小姐，那老胡刚才抖得像筛糠。他不敢，他的把柄在我手里。小姐，柳姨娘被送去庄子了，二小姐押进家庙了。府里那几位爱嚼舌根的族亲今天上午送来帖子，说想来给小姐请安，被奴婢拦了。这是帖子。白芷，从我5岁受伤醒来到现在，正好10年了。这些年，你这丫头陪着我，从没问过我怎么忽然变了个人。奴婢不敢问，但奴婢知道小姐心里有伤。你每次从噩梦中醒来，鬓角全都是冷汗，您不说，奴婢就不问。你知道了，白芷，从今天起，你不是丫鬟了，你是我的管事姑姑。以后府里所有新来的丫头嬷嬷，先经你的手。哭什么？这是你该得的。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今天给你，不是赏你，是谢你。前世害我之人，姨娘收押，庶妹入庙，嫁妆已故，清白已正，下一步静安侯府。林婉婷说我和她都是从前世爬过来的，她说错了，她是仗着前世赢过一回，
便以为今生也能赢，而我是用前世所有的痛换今生每一步清醒。这条路还没侯府，静养才是真正的战场。内宅这边算是告一段落，剩下的事只会更难。靖安侯世子沈寒州派人送来的信，说3日后到府商谈婚事细节。父亲怎么看这位世子？少年老成，心思深沉。侯府这些年不容易，他年纪轻轻就撑起了门楣。论才干，京城这一辈的子弟里，他排得上前3。只是什么？只是这样的人做夫君未必体贴。宝贝，这门婚事是当年你祖父与老侯爷定下的，父亲也不瞒你，沈寒州娶你，一半是为林家的事，一半是为侯府的案子。女儿知道，她查案需要帮手，需要朝中有人替她说话。这门婚事本就各取所需。你倒是看得通透。你若不情愿，父亲可以。多虑了，女儿从没指望过什么风花雪月。她若聪明，便是我助她；她若愚钝，便不必进我这门。小姐，奴婢打听过了，靖安侯府这位世子，外头传言说他心黑手狠。当年他父亲蒙冤入狱，他15岁就接手侯府，一边应付着太尉的试探，一边在皇上面前保住了爵位。京城里的人都说，得罪谁也别得罪沈寒州。还有呢？还有就是他这么多年身边连个侍妾都没有。有人说是他心气高，寻常女子入不了眼，也有人私下议论他是不是有隐疾。这倒是个好消息。小姐，没有侍妾就没有乱七八糟的内宅争斗。我这辈子跟女人斗够了，至于他有没有隐疾，进了门自然知道。那小姐打算怎么待这位世子？他递帖子要谈婚事，那我就陪他谈。他若要交易，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给他什么。他要谈感情，那就看他凭什么。联姻而已。他若聪明，便是我助他；他若愚钝，便不必进我这门。不过话说回来，他能在太尉眼皮底下保住爵位，想来不会太笨。备好茶，人家大老远来一趟，相府不能失礼。晚辈见过林相爷，此番叨扰，还望见谅。世子不必客气，一路辛苦，请。这位便是林大小姐。见过世子。大小姐比我想象中。怎么？比我想象中要镇定得多。寻常闺秀见了我，多少都有些拘谨。世子又不是吃人的老虎，有什么可拘谨的？大小姐果然与传闻中不太一样。世子也与传闻中不太一样。哦？传闻说世子心黑手狠，今日一见，倒是笑得很和气。世子勿怪，我这人说话直。既然是要议亲，不如开诚布公。小姐，这位世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也比我听说的要好看得多。不过笑起来总让人觉得他在盘算什么。我就是要看看他经不经得起戳，经得起，说明他能用；经不起，说明他外强中干。那他经不经得起？他不仅经得起，还反过来试探了我。明日申时，后花园凉亭，备好茶，不要那套虚的。让人提前在外头点上灯，亮亮堂堂的。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是。大小姐果然守时。世子更早，茶都沏好了。借花献佛而已。府上茶好，不等人来就沏，是糟蹋了。既然大小姐说要开诚布公，那沈某就直说了。世子请说。我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时刻站在我身边的妻子，不是一个只会绣花的摆设。侯府旧案您应当有所耳闻，对手在朝中的势力不小。我的妻子必须能扛住压力，能帮我布局。但我不知道离。所以世子是在面试我。当然，大小姐反过来面试我，也未尝不可。既如此，那我也问一句实话。世子要的究竟是一个妻子，还是一个盟友？若是妻子，那就请世子收回刚才那套权衡利弊的说辞；若是盟友，那就拿出盟友的诚意来。那你呢？你想要的又是什么？是侯府世子夫人的名分，还是我这副还算拿得出手的皮囊？说实话，联姻我并不妨拒。不过既然世子讲究各所需，把话说明白，我有的恰是你缺的，朝中能为你说话的人吸取住。林家的支持，沈某不是来讨，是来谈合作的。你能给我什么？朝堂上，林家有1半关的交情，可以为你所用。
内宅里，我不需要你替我打理任何事，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什么事？永远不要骗我。你我之间可以不谈风月，可以不谈情爱，但要谈就用真话。成交。从今日起，你我在一处话，只有真话。既然定了规矩，那我先问一句真话：你今日答应合作，有几分是因为这门婚事，几分是因为别的原因？3分婚事，7个别的。那7分是什么？我需要侯府的势力来稳固我在林家的地位。你倒台了，敌人下一个就该动相府，我不能坐等那一天来。所以你打算帮我，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因为相府的安危。世子方才不是也说了，各取所需？怎么需要我替你找个台阶下？不必，我只是确认一下咱们的盟友关系牢不牢靠。查清楚了，查清楚了。金莲在府里的处境与京城中流传的完全不同，不是她柔弱忍沉，而是她以求于城外庄上，淑妹被关入家庙幽禁。属下还查到，林婉婷曾3次设局，诬陷私通，偷换嫁妆下毒，皆被林大小姐反制，3举反杀，无一败绩。果竟看走了眼。我以为相府嫡女不过是比旁人多些心气，没有人人却做成命最配外脸。这样的人，她幼年曾从假山上摔下，额角流了9疤，那以后性情大变，府里没人敢问，只有她的贴身丫鬟知道具体情形。继续盯着，她身边的下人不必动，太容易被察觉。盯住那些跟她作对的人，看还有谁在那是什么。是，她有话没跟我说完，我要知道那是什么。林婉慧，你究竟藏了多少事没说？父亲以为把我关在这里就完了，姨娘以为她能在庄子里苟活着就完了，他们都小看了我。二小姐，老奴只说几句话就得走。您要的东西太难找了，那种苗疆奇毒，从只有走西南的商队才会夹带。如今查的严，我只要一样东西，不管你用什么法子，下月初10之前我要拿到手。银子不是问题。二小姐，这也太贵重了。我娘的蹄子全都在这儿了，事成之后还有1份。可是大小姐那边，老奴听说她如今长了中妇，府里铁桶一般。我不需要你去关秘师府，从角门递给世子嘴让的家3里被禁。他贪酒好毒，我不会起疑。之后这毒怎么下进世子跟前的杯盏里，怎么让他当众喝下去，我另有安排。世子宴上满堂宾客，他若当众倒下，侯府和相府的婚事就彻底了。这比用10次毒药都管用。谁说死人的嘴最严？宴席上的人比死人更管用。大小姐，这是本月各处庄子的收租单子，柳一阳经手的那几笔亏空已用红笔勾出。另外，老奴拟了一份新的不必禁之名伺候。空出来的位置由白纸从2等丫鬟里挑人补上。以后所有账目1份存我这儿，1份存中书处，各处领队牌必须2人签字。是。府里近来风波多，各处都受了些动荡。从今日起，以往的事一概不翻旧账。但从今日起，谁要是再犯了规矩，不论以前跟过谁，做过什么事，一律按家法处置。是。小姐，阿福有要紧事儿。大小姐，小的今天在家庙附近听烧，看见那个往家庙送菜的刘娘子，夜里偷偷摸摸从后门进去了，待了约莫1转茶的功夫才出来。小的怕惊动，没敢跟她，但她出来的时候出了2手空空，食盒不见了。食盒？是。小的还瞧见她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在黑地里闪了一下，像是金的。金首饰。拿金首饰换东西，这世上最贵的买卖，多半不是买卖财货。世子那边的人近期有什么动静？世子身边的亲就住东华院，白芷求走不小司，左为一个咱们院子阿四，能不能吹牛说认识这府里套些消息？不要套，他会吹疑，只留一个人最好收买。既然收买他的人已经在路上，那我们就看他收的是谁的东西。是。家庙里有动静了，他想在我大婚前再动一次手，不过这一次他的刀不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林婉婷，你选在你姐姐大婚前夕动手，是他太心急，还是他从头到尾恨得不止我一个人？世子，属下查到家庙那条线上有动静，送菜的刘婆子带着金银首饰离开了家庙，在城西黑市打听一种西南来的东西。什么东西？苗疆奇毒，名无痕，中毒者一盏茶内气绝，死后验不出任何中毒迹象。大小姐深夜约沈某来竹林，可是有要紧事？世子查到了什么？不妨先说说。我查到的东西与你有关，你的人也盯上了那个阿四吧？昨天他收了家庙送来的一个点心匣子。世子布的线倒是快，我也查到送菜的刘模子拿了金银去黑市，2件事对上要在你我中选再做靶子。是你，不过他这次不打算用府里的人，而是用我身边那个不成器的小厮。所以我来问问世子，你的人你自己清理，还是我帮你清理？我的人自然是我来清理。阿四的底细我早清楚，留着他，就是在等这一天。阿四，你跟了我几年？回世子，小的跟您第3年了。3年不算长，但足够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对备主之人。世子，小的没有备主，这匣子是家庙那边送来孝敬世子的。既然是孝敬世子的，你自己先尝一块。
不敢尝，那我来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无痕苗浆奇毒，一指甲盖就能毒死3个壮汉。他许了你多少银子，值得你用命来还？世子饶命！世子饶命！是家庙的刘婆子给小的递的东西，说事成之后给小的500两。小的猪又蒙了心，小的再也不敢了。我不杀你，你还有用。从今天起，刘长佐递什么你收什么，说什么你应什么，每一句话每一件东西都原样报给我。办好了，我饶你一命；办不好，你自己知道后果。小的一定办妥。阿四已扣下，他身上搜出3粒无痕，1粒送大理寺存案，1粒留得物证，1粒由我的人从黑市网上倒查。另外，他招供说是刘婆子以500两白银收。人证物证俱在，加上阿四的口供，这案子随时可以在京兆尹立案。为什么不直接押送官府？现在送官，你那个好妹妹顶多算个教骚未遂，罪不至死。我知道你不只想让她坐牢，我会在婚期之前请旨，正式彻查侯府旧案。京城的水已经很浑了，到时候不必我亲自动手。你这个人，当盟友比当对手强得多。怎么，之前还拿我当对手？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约你来主理？小姐，这只盒子越来越满，该换一只大的了。不用换，等这个盒子装满，就是收网的时候。家庙那边继续盯紧，他以为阿四还是他的棋子，让他这么想。他越信，摔得越重。是，那刘婆子，按她上辈子的性子，一击不中必会有第二手。上一世在酒的杯沿上做神章，这一次换了毒，下一回又会是什么？我在等他把这些手段一一递到老爷和官府面前，那时候就不是家法能了结的事了。你母亲若还在，看到你今日离世的模样，不知该多高兴。女儿只是做分内的事，给老夫人那边的燕窝炖好了吗？炖好了，已送过去了。婉薇，苏梦，明日大宴，你是主角，这些琐事交给下人就好。您尝尝这盏茶，是我特意让人从江南带回来的新品。婉英，此番世子来府，你觉得此人如何？可用。我是问你，不是问正事。女儿说的也是人，能共事的人比能说情话的人难得。小姐，从头到尾查了一遍，厨房的生素砧板分开了，传菜的路线也定了，每道菜出锅到上桌不超过1盏茶。明天的茶全部用新开封的茶叶，水用新打的井水，让刘婆子、张被婆的2人守茶房，互相监督。宴席上你寸步不离，我离席你也离席。是。二小姐，阿四那边已经被世子盯上了。老奴亲眼看到阿四被世子身边的凌风叫进房里，出来的时候脸都白了。我知道，您知道，阿四那种人本来也靠不住，他们以为我已经输了，越是这么以为，明天他们越不会防备。明天宴席上，这个你让人直接下在羹汤里，不需要经过阿四的手，让新来京任何人的手。这要是被查出来，知道是主查出来你我都活不成，查不出来，从此以后你儿子不用再给人赶车，你孙女不用再给人当丫鬟。想想那500两银子，再想想你儿子上个月被马车压断的那条腿。明天整个京城都会看着你倒下，到那时候，我不信世子还能娶一个死人，我不信父亲还能护着一个死人。还没歇？世子不也没歇？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刘叔子进实业的路线，他从家庙出来，绕过城南鬼市，在这里取货，一路上躲开了3次巡夜的更夫，看起来是老手。他一共接触过2个人，一个是黑市药商，另一个你不认识，是我府上那个府长接的西南禁药无痕，是由永乐商队夹带流入京中。大理寺已将调查回函纳入卷宗。够了，明天宴席上，如果他按耐不住，这就是最后一局。还有一件事，我让凌风查了你在西南的商队，你那个姓傅的管事很得力，已经把茶叶和药材的渠道铺到了黔州。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连自己父亲都瞒，好，瞒得好。明日若有人发难，我会配合你，你砸你的证据，我负得我往。我记住，你我之间说好的，不管发生什么，用证据。还有一件事。什么？明天穿那件正红的。听说这位林大小姐治家极严，内宅被她管得铁桶一般。世子爷也不简单，这2人凑一块儿，日后侯府怕是要翻天了。喝吧，喝下去，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站住！这盅羹汤怎么跟老太太那盅颜色不太一样？奴婢不知道，奴婢只是端菜的。不必为难她，妹妹从家庙回来一趟不容易，这盅羹汤，姐姐借花献佛，给妹妹补补身子。姐姐说笑了，我近来肠胃不好，喝不了羹汤。是吗？可我听家庙的人说，妹妹胃口一向很好。妹妹既然不喝，那我替你做个试验。这盅羹汤本该送到我面前，若不是白纸眼睛，现在倒下的就是你。这汤，父亲，儿媳还没进门，
就有人想要女儿的命。父亲，女儿什么都知道，女儿今日一直坐在莫席，连厨房都没靠近过。妹妹说不知道，那她呢？刘婆子，这中毒是谁让你下的？是二小姐，是二小姐给老奴的银子和毒药，说事成之后还有500两。林伯父，晚辈有一言，今日之事已非相府家事，此毒名无痕，乃西南禁药。大理寺已立案调查毒源，此案牵连的恐怕不止一个座上刘娘子。公审？你凭什么公审我？令爱若不认罪，不妨交由大理寺公审。你不过是怕林家不嫁女儿，你怕侯府翻不了案，你们所有人都怕林婉薇。他压下什么？他也和我一样手上不干净，你们谁有干净？你以为你赢了？你不也是从前世爬回来的？你我手上都沾了血，谁比谁干净？最可怕的是，其实不过是挂了个笼子。奴已查司下侦拿府，道租者已闹下。今日因为宴席，请各位回府押金，改日相府会另备薄宴，向各位赔罪。老爷，老奴知道的全都说了。二小姐让老奴去城西黑市找药商老胡，让他从西南上队夹带毒药，还是一力让老奴今天下在。此毒确属西南禁药无痕，来源已查明，老胡供词与他完全吻合，加上阿四口供，人证物证齐全。父亲，今日是世子欠行宴，满朝文武都在看，女儿恳请信父亲，而是将林婉婷交由大理寺公审。公审？她毕竟是你的妹妹，相府的嫡次。正因为她是相府的女儿，才更该交给相府的自家处置，外人而且会说话，才能保住相府名誉。准。林中将连营加入往来之人交由大理寺一并查办。来做什么？来看我有多惨，还是来跟我算总账？他日到了公堂之上，如实认罪，按指印便是。我不会多言，该供出的同伙自己掂量。认罪？我有什么罪？我不过是输给了你。你若处在我这个位置，你也会做同样的事。你装什么感情？你也重活了一世，你凭什么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说我重活了一世，你猜对了。我幼时被你在假山石上推下去，头撞冷石，醒过来后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没有回到某个时间点，我只是成了另一个人。你输的是我用你想象不到的代价换来的。世子该回去了，明日还有早朝。你就打算在这里待一晚上？我倒是有件事想问你。什么事？你方才对林婉婷说的那番话，我本以为你是在诈她，可我想了又想，你不像是在诈她。你又是被撞伤后性情大变是事实，可你怎么解释梦里的前世？你信前世吗？不信，但我信证据。今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林婉薇，你知道的太多了。这局棋从落子到收官，每一步都像是你亲手摆上去的。一夜我什么都去磕坏了头，醒过来之后只记得后来的事，他的每一步棋，每一句话，活不到今天。你说这些是梦还是前世，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要我跟你以诚相待。现在我把最不为人知的一面摊给你看了，怕的话现在走还来得及。到了公堂上就是结束，这就够了。小姐，您方才去见他，我怕您难受。没什么好难受的，他欠我的，今天他自己还了，我不欠他的，所以我不难受。只有我自己知道，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已经被他们要死过一次。小姐，我不会再让他靠近我了，也不会再让任何人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睡吧，明天天一亮还有很多事要办。是。下车！放手！林婉薇，你记着，我没有输给你，我是输给了命。你最好活到我出来的那一天。你若短命死了，我在底下也会找到你。好，我会活得比谁都长。大小姐，柳姨娘今日一早有被送往城外庄子上，着专人看守，终生不得出。赵嬷嬷也一并押送，永不许再入京。府里各处管事都已接到对牌和名册，今后直接向您汇报。婉薇，人已经走了，你现在是唯一掌家的人。都听见了，以后谁再跟柳氏、赵氏有任何往来，不用等老爷开口，直接交大理寺。是。凌风留在你这里，他对京城各处熟悉，大理寺那边有事，他可以第一时间传话。你的人你自己不留，
我身边不缺人，你身边缺一把不在明处的刀。此番回京，我会立刻请旨彻查侯府旧案，太尉那边必会反扑。你帮我留在京中的后手，盯住朝堂几处关口，会有书信来。北境的兵权变动，我会从父亲那里留意。若是有人敢在朝中借调兵之事弹劾你，我会提前告知。这是我的私印，以后送到你手上的信都会用此所印，见印如面。一路小心。你也是。药商老胡和大理寺那边的卷宗都还在走流去，若有变故，林峰会告诉你。前世他送的毒药，你一口吞了下去，连苦都没来得及尝。这一世他把整个家庙都搬到你门口，你反而觉得累了。罢了，累就累这一会儿。小姐，银盏茶歇一歇吧。今日这一天，从大到小的事儿您都处置了。越是风平浪静，越不能歇。世子那边，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他回京请旨，太尉不会坐以待毙。他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我必须帮他守住这边的口子。明日把京城各处铺子的掌柜都叫来，我有话要问他。另外，你替我去大理寺走一趟，把世子和你的口供再核实一遍，尤其是阿四收买那条线，不要有一个人的证词对不上。是。小姐，该歇了。世子走时说，到了京中会让人送信来。我知道。他什么都算到了。我这里的事已了，他的同伙全部落网，你送来的证据都已归档，北境暂无动静，京城关卡一切如常。沈寒舟，你最好平安回来。你若失约，我便掀了这京城。小姐，您方才是在想世子吧？我在想他留下来的这几条京城暗线。他不在京城这段时间，太尉那边若提前动手，这条路会第一个被掐断。所以在此之前，我需要把最关键的人物老主簿接到城外安置妥当，以防对方比我们快一步。城西这条线是风险最大的。明天你亲自出府，去这几处暗桩确认他们还在位。若有变换，立刻回来报我。是。你我当日说过，不骗，不退，不悔。有人在京中等你，务必平安归来。白芷，你先退下吧。我答应过你，你帮我这一次，我助你翻案。你倒好，走之前还塞给我一枚私印。大小姐，世子到了京中，连夜让小的送回来的。世子说让大小姐一个人看。幸好他没把老主簿的住址写在这封信上，否则信若被解，等于把此人的命双手奉上。小姐是说，他只是投石问路。我把此事给办了，才算没有辜负他临走前递上的这几分信任。老主簿，当年相府与侯府联名保举入大理寺，任此案主簿。后来案件中断，他被调离，之后被诬陷受贿，被迫提前告老致休。这个人手里一定有当初太尉府压下侯坊一案的关键证据，否则他不会活到现在。能压这么多年不交出来，要么是不敢，要么是分量太大，不知道该给谁。他现在住在城西一条连名字都快被忘掉的老巷子里，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去接去请，动静越大越容易惊动太尉府的人。现在太尉还在应付三司的文书往来，手伸不到这条巷子，但不会太久。带上对牌，以相府女眷的名义去城南善堂捐一笔银子，老主簿的儿媳每旬都在那里领米，自然一些，别让人看出端倪。明白，是只把口讯带到，还是直接把人接出来安置？先接他的家眷，分批安置到善堂名下的庄子。主簿本人由林峰的人接，不走城门，以免被太尉府眼线盯上。
此事关乎他欠侯府的那条命。大理寺卿那边，世子早有安排。你家主子还活着？活着，他让属下来接你。您儿媳妇和孙儿已经安置在城外比庄子上了。一路上有2拨人盯着救相，其中1拨是太尉府的眼线。不过大人放心，我们已将来人引开，走水路就能出城。老头子等这一天等了16年了。当年侯爷被那场火吞进去之前，托人送出来的那份兵部调函和几张账目，能证明侯府根本没有通敌，是有人假传军令，冒了侯爷的印誓。事后太尉府买通兵部的人把原件销毁了，可是主簿录事必须抄2份存在。太尉烧了原件，却不知道兵部之外还有1份存在大理寺旧案里。那份副本在老头子手里捂了16年，今天终于能重见天日了。小姐，人走了。林峰说，老白纸手里那份大理寺旧档，加上世子带去的兵部调函和账目证人，3份证物若能对上，太尉就算满身是罪也说不清。先别声张，这件事只有你我林峰知道。林峰的人已经封锁了善堂和城南庄，对外只说是新买下的残房，老主簿的儿媳和孙儿分开安置，彼此不知对方住处。你让他去接人，无非是知道林家的内库能藏人。沈寒舟，你不是在投石问路。你要翻案，我给你看人；你要真相，我陪你查到底。大小姐，各庄子的租子已收齐，柳氏经手的亏空也已填补。这是新的内院轮值名册，请大小姐过目。把原先跟过柳氏的几人调到浣衣房，不必近身伺候。空下来的位置从2等丫鬟里挑人补上。以后所有账目一式2份，1份存我这儿，1份存中书处。各处领队牌必须2人签字。府里近来风波多，各处都受了些动荡。从今日起，以往的事一概不翻旧账，但谁要是再犯了规矩，不论以前跟过谁，一律按家法处置。是。我家小姐听说善堂近日收了不少孤儿寡母，特意让送来这些，还有这个，这是我家小姐私房钱，指明要资助几位有儿女的寡母，教他们一门手艺，日后好自食其力。相府大小姐真是菩萨心肠，老朽这就去把名册取来，请姑娘挑人。这位娘子听说针线活不错，城南新开的残房正缺人手，不如让她过去，工钱比善堂翻1倍。姑娘说的是，这位娘子确实手巧，老朽这便安排。一家3口分食苏先手，就算太尉府查到善堂，也拼不起整张账图。小姐，人都安置好了，老主簿在城外残房，儿媳在善堂名下针线房，彼此孙儿不知对方具体数。做得好。太尉府那边有什么动静？林峰传来消息，太尉府这几天在查城西旧巷，有几个眼线在巷口晃，被林峰的人引到渡口方向去了，让他们找。旧巷已经空了，他们越往渡口查，离真正的残房越远。这些证据加上老主簿手里的旧档，2份都存好，彼此不要放在同一处。白纸，你跑一趟善堂，把我名下那墙书库送到残房，就说给孩子们学认字用的，夹层里放好这份回忆。小姐是把证据分2处藏。太尉府若查到残房，最多只找到1份，另1份永远有人知道在哪。半个月了，他的信只送到善堂为止，再往后就得靠这边的暗桩。小姐，世子来信。你在京中请旨，3司受理，卷宗已调，太尉府反扑甚急，我已让林峰封锁你处一切与旧案有关的往来。善堂之事你做得极妥，老主簿务必护好，他是此案最后一位在世的旧吏。另，我不再单期怕我正经朝堂。可沈寒舟，我已经在局里了，从你把私印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我就不在局。老爷，太尉府管事陈平求见，说太尉大人听说相府近日处置了内宅风波，特意备了礼前来问候。太尉府，他与我们素无往来，这时候来做什么？父亲，来者不善，但既然来了，拒之门外反显得我们心虚，请进来。林相爷，大小姐，太尉大人听说相府近日常有喜事，特命小的送来薄礼，不成敬意。太尉大人有心了，只是相府近来并无喜事，倒是有几件家丑，想必太尉大人还让小的说笑了。侯府旧案近来朝中议论甚多，相府与侯府有联姻之意，太尉大人希望相爷能置身事外，不要被无谓的纷争牵连。陈管事这话说的，相府从来没有掺和过什么纷争。老夫人近日身子欠安，父亲一直在府中侍病，连早朝都告了假。太尉大人若是有心，不如送些好药材来。大小姐说的是，小的回去定当禀报太尉大人。小姐，这人话里有话，太尉府是不是已经知道世子在查旧案了？肯定知道，
不然不会派个管事来试探。他说希望相府置身事外，无非是来探虚实，看林家是不是已经站到了侯府那边。那我们怎么应对？今天我不接他的话，就是最好的应对。不承认，让他拿不准，拿不准的时候，他不敢轻举妄动。把这封信送到城外驿站，用最快的马送去京城，告诉他太尉府已经开始试探相府，让他早做准备。另外，林峰那里也传个话，让他这2天多留意相府周边。太尉府既然来了人，不会只来一次。是。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从傍晚到现在，一共3拨人。第一波假装收新货，绕了2圈就走了；第2波在巷口馄饨摊坐到天黑，什么也没干，只是盯着相府大门看；第3波是盯小姐那辆马车，一直跟到单堂门口才折返。跟到单堂？是。不过单堂那边我们按世子吩咐布了一阵，正门停了辆空马车，他们应该是扑了个空。太尉府不只是试探，是在布网。你们继续盯住巷口，轮流换岗，有事直接到相府后墙第7棵槐树，把暗记改成左横右竖。大小姐那边我已经通知过，她知道怎么认暗记。明白。小姐，风说太尉府的眼线盯上了单堂，好在单堂那边我们提前放了假马车，他们扑空了。另外，林峰说，从今天起，小姐若有事寻他，不必派人出门，只需在第7棵槐树上划左横右竖的暗记。他倒是想得周全，1个半个时辰前还派人来说相府周边有眼线，这么快连暗号都定下。太尉府开始撒网，说明他在京中的进展戳到了痛处，都不能什么都不知道。白芷，明天你去单堂时多带2个人走正街，该捐多少捐多少，该见谁见谁，越是寻常越不出错。是，小姐早点歇息。小姐，世子那边来的，用的是单堂那棵老槐树的树洞，绕了3道手才送到。4连审已开，侯府就案正式立案，几名旧吏接连翻供，但由老主簿的旧党为证，他们翻不了天。另，相府与侯府关系已被太尉列为公贬重点，令尊在朝中位置敏感，你务必小心应对，不到万不得已不必出面。我将此前查到的与你父亲相关的旧党摘录附上，你阅后即焚。你我当日约定以真话相见，今日之事亦不例外。小姐。太后曾留过一份密谕，大意是若有人翻案，不得阻挠。此时只有太后身边白芷侍着球。世子风说，世子在京中是一名当年的兵部旧吏，此人手里有几份当年往来的书函，能证明当年那调走侯府兵力的军令是伪造的。他会拿到的，我们多一个人的证词，他翻案的赌气就多一分。他信上还说了太后密谕一事，此事连父亲都未必知情。他选择告诉我，就是在履行当日用真话的约定。小姐，您不弃他查相府？不弃，他查的是案子，不是林家。整件事里，父亲还谈不上真正的敌人，只是当日顺势而为自保而已。我相信他，他若真想瞒我，就不会把这种密函实录附在信里。他付给我是把刀柄递到我手里，告诉我这件事你知道，以后怎么处置由你。小姐，那我明天还去单堂吗？去，不单要去，还要带更多东西，布料、棉花、成药，一样不能少。太尉府的眼线还在看，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的是相府大小姐一心涣善，不理朝政。让林峰继续盯住单堂外围，暗桩不必多，精就行。是。大小姐，今日单堂外边多了2辆卖柴的牛车，柴堆堆的比人还高。我没掀，但知道底下藏的不是柴，最近需要更小心。属下已调了2个人，长期驻守在单堂附近，一个办账房，一个办更夫。太尉府的人若再来嫌柴多，会有更夫过去盘问。另外，世子来信说，京中的兵部旧吏已答应配合调查，但要求先把家眷捐出京城。世子问能不能用林在亲慢，暂时安置旧吏一家4口。私庄在城外20里，四面是桑林，藏在里面很难被外人发现，可以先用起来。让他派人到西城外第3棵歪脖子柳树，那边自会有人接应。明白。这个你拿着，粉笔比石笔好用，雨后也能留印。以后每3天换一次暗号位置，发现不对，立刻断了那条线。属下明白。小姐，天快亮了。是啊，他那边也该上早朝了。你把私印留给我，不是让我当摆设的。城外私庄、单堂、残房，每一处都是我能替你守住的底线。这是你娘留下的，
当年侯府出事，他让我收好这本账册。若有一天有人要翻侯府的旧案，把这个交给能翻案的人。娘当年是在用自己的嫁妆帮侯府周转。起初只是为了不让侯府在军饷周转上受刁难，后来侯府出事，你娘发现账目里藏着有人伪造军令的痕迹，连夜让我把这本账册藏起来。兵部主事孙这个人还在吗？病故多年，但他有个儿子，世子在京中已经找到。这本账册，女儿先收着。你打算交给谁？交给能翻案的人。这几笔大额支出的日期跟侯府被诬陷通敌的时间线完全吻合。收 K 人是兵部主事，款项明写的是购药，可购药从不会走这么大批的银子。小姐认得，他写的是军令应信有异。父亲说他当时只是帮侯府周转军饷，可这一句说明他在转账过程中发现了军令的印信被人动了手脚。母亲要说的不是缺钱，是有人假传军令。现知喝蒙冤，无力不能救。此册所录，或可明其一二，藏以待时。老爷写的，若苍天有眼，他写了10几年才交到我手上。原来父亲这10几年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告诉白芷、三灵凤，这份账本要连夜送去京城，让世子核对账目中的兵部主事孙这个人和账目日期与他手里的证据串起来。另外，把这本账册里所有经手人的名字、日期单独制抄一份留给我，以防路上有事。是。告诉小姐，这次的路线不走一道，走水路。桑林那边我已经派了2个人先去庄子打点。兵部就立一家4口，昨晚已经入住，门口以参访工人之名登记造册。京城那边若有回信，最迟10天可到。10天？小姐说了，这10天她照常去善堂，照常巡查铺面，谁来试探都不见。明白。小姐，要不要开窗透透气？院子里下露了，有股茉莉香。你也闻到了？不是院子里的，是书里的。白芷，我娘当年查账查到了侯府被诬陷的证据，她把证据藏在账目里，连父亲都未必全部看懂。小姐是说，我不是一个人在守，她也守了整整16年。小姐，善堂那些人常问起你，张氏又来了，还带了个叫李妙莲的表侄女。谁？张氏说她17岁，父母双亡，识文断字，求在您身边当记账女士。她想安插自己人进府。这个李妙贤查过没有？林峰查了，表面清白，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读过2年私塾，但来京日期和善堂登记差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她住在哪里，没人知道。半个月够太为陈远师府办很多事了，让她进账房，只准抄写，不碰核心账目，在我们眼皮底下更好定。白芷姐姐，这些去年的旧账字迹太草，我怕抄错了，能否请姐姐帮我看看？这几笔是真的经手的，不用再抄，你只抄接手后的账。是，大小姐之家真是有方，我在外面就听说了。妙环姑娘好好做事，大小姐不会亏待你。小姐，李妙莲今天发了3封信，3封，1封家书，1封谢焦断装伙计补衣裳，第3封没写字，只画了一朵莲花，托角门小厮递去城西。信上画莲，收信在城西。他是在向人报平安，谢以莲花为记，说这里一切顺的人跟了吗？跟了。收信的是卖花老婆子，我们查过，城西接头的人也都记下了。果然，陈荣韩府手里没人，只能用女子大小姐，然后把行踪报城西卖花的，让他发。他每发1封信，我们的证据就多1。小姐是怀疑张氏也是被利用的。今天张氏送他来时说了句，以后你表侄女就托你照拂了。他往年从不这样说。他住进善堂是半个月前，正是太尉府管事登门试探之后，3件事搁一起。你信是巧合吗？朱启3送的第8，朱4收的是第9，朱启5找的药商，现在是太尉府埋的暗线。我在林府斗了一圈，终究还是要斗到外面去。不过也好，既然对方已经找上门，省得我再往外排查。小姐，接下来怎么安排？你每天陪他喝1次茶，让他觉得他很安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把绸缎庄和角门的小厮都换成我们的人，
以后他每一封信送出去前都先到我桌上。这封给翠琛，告诉他不要打草惊蛇，等他觉得情报够了，自会去见主子。那时候我要一网打尽。是。来了，把门带上。近来府里清静多了，你母亲在天之灵也能安生了。祖母，你父亲把那本账册交给你了。祖母知道账册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娘弥留那几天，是我守在榻边。她把账册交给你父亲之前，先给我看过。婆婆，侯府的冤屈就能洗清，若不能，就当烧给你儿子的一炷香。娘为什么不让父亲直接交给朝廷？因为当年太尉势大，你娘查账时就被人盯上了。他若不病，下场怕是比侯府更惨。婉薇，你比你娘聪明，你没有直接闯到朝堂这喊冤，你在一步一步铺路，这很好。但你要记住，这件案子一旦翻起来，你父亲当年明哲保身的做法也会被翻出来。祖母是怕女儿护不住父亲，我是怕你父亲护不住你。他一辈子爱面子，到头来还要靠你一个晚辈替这个家出头。我没几年好活了，别的都不怕，只问你一句，你会不会把他推到火坑里去？孙女的敌人只有太尉府，没有父亲。当年的事，她顶多是个知情不举，我护得住她。孙女对祖宗牌位说过，也绝不为难林家任何人。既如此，以后内院所有的事不必再问我，你放手去做。谁要是敢在背后嚼舌根，让他来找我。小姐，老太太那边，祖母不会再让别人插手内院，以后府里跟庄上的账全部送我这儿，不要惊动老夫人那边，让她安心养病。是。那叔娘张氏那边，要不要顺便把内务对牌收回来？不急，让他先得意几天。他这门远亲李妙华还在我们手里，等他账房里出几笔对不上的，我再跟他算总账。祖母是内宅最大的靠山，但也是最重感情的人。我不愿让她为难，但也不能让任何人再用她的牌位压我。妙莲，歇会儿，这是大小姐让我送来的一碟点心，说天热，莫要中了暑气。大小姐太客气了，姐姐坐。妙莲姑娘写的一手好字，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姐姐说笑了，我这字只够抄抄账。那我就不打扰你做事了。对了，明天是老夫人的寿辰，大小姐说账房放半天假，你也在府里歇歇。他写的是残房一查，未见账册。残房，他查的不是账，是老珠宝。凌风的人已经把老主簿转移到城外另一处庄子，残房里现在只放了假账册，他查不到。那给凌风传消息，城西卖花婆子今晚若再出现，直接拿人。等了这些日子，证据已经够了，让他再发最后一封信，发完就拿。李妙莲，你写出去的每一封信我都看了，你收进来的每一文钱我都记了。等你被押进大理寺的时候，会知道你的主子用500两银子买你当眼线，我用一串暗语请你当铁证。这一局你帮的不是太尉府，是你帮我串起了太尉府伸向林家的证据链。世子，前面驿站可以避雨，兄弟们也有埋伏，列阵，护住眷族。世子，您受伤了，不要管我，护好眷族。
血燕已发，荆州和相府那边都会看到。最近的暗桩在8里外，1炷香之内必有接应。白芷，小姐，怎么了？那是凌风临行前说的血燕，他们遇袭了。出去看看城西方向有没有消息传回来。你说过你会活着回来，你说过你我之间只有真话。沈寒舟，你最好莫要食言。凌风让人送来的，世子遇刺受伤，但人还活着，卷宗完好。伤在哪儿？重不重？字条上没说，只说不致命。把林峰之前送来的伤药全部送到城外驿站，用最快的马。是。世子，您需静养。明日早朝必须将卷宗呈上。太尉派死士来劫我，说明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刚才接到的线报，血燕发出后，京郊暗桩的人已经到了。今夜驿馆内外全是我们的人，不会再有事。世子，相府派人送来的京城最好的伤药，里面还有一封信。上马，连夜进京，明日早朝之前必须到大理寺。小姐，他没事，卷宗也保住了。我知道，那您怎么还不换衣裳？这样会着凉的。太尉府出了这一刀，说明他已经摸到了要害，刺杀失败。下一步他一定会把矛头对准林家，杀人不行就断牵连放后路。我不能只是等。白芷，替我去给太尉的府上送一份礼，就说是老夫人生辰的谢礼。府门外若有人盘问，也这么说。送什么礼？一张空白的寿帖，封面上写侯府旧案4个字。送什么礼？世子伤成这样还亲自来。昨夜太尉府的死士在驿道劫杀我，意图毁了这份卷宗。这是3份证据：老主簿保存16年的大理寺副本，兵部就义提供的当年调函，以及林相夫人藏在嫁妆账册中的兵部主事证词。3份证据指向同一个人：太尉伪造军令，冒侯府印禁调走北京驻军，事后焚毁兵部原作。这是谋逆，不是错案。还有2件事，世子也许不知道。大理寺前日提审了无痕案的要犯老胡，他的供词牵连到太尉府一名管事。另外，兵部就吏送来的账簿记录了太尉府当年向伪造军令经手人付款的3笔银子，6万两，3笔银子的出处一致。这是昨日御史台转来的供词。老胡指认太尉府管事曾向他购买同批毒药，要杀的不只是你，还有你那位未过门的妻子。太尉府一直盯着相府，证据链上的人不是你一个，而是2府。你一共寄出11封信，其中6封以莲花为记送往城西卖花婆子，再由他转交太尉府管事。信上写的什么我已经核对过了，残房确实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大小姐，这些信确实是我寄家中叔父的，只是怕不方便才托人转交，绝没有什么太尉叔父。我让人去了一趟你那位叔父的家，他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带你进善堂的叔婆张氏，昨天已经全都招了。他说太尉府的人找上他，说只要帮忙安插一个人进相府，就替他还了听听他怎么说的赌债。太尉府确实派奴婢来看看大小姐有没有私下和朝中要员往来，但奴婢绝没有看到什么要紧的东西。奴婢只是照实写了几句，大小姐那些天去善堂只是送米，没有跟官员私会。你帮我写了11封信，每一封都证明我没有跟朝中私通。今天大理寺提审你正好，把这11封信作为证物呈上。太尉府想拿你做眼线，你倒可以把他派眼线打探相府试试盯死。我愿意画押，我愿意作证，是太尉府收买我来相府打探。小姐，李妙莲收监的时候哭着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接了太尉府的银子。落在我手上，也算全了他的清白名声。若是被其他权贵抓住，太尉根本不会认这笔账。今日他那边也传来消息，说审理很顺利，老主簿的证词和账簿对得上一清二楚。太尉想压也压不住。沈寒舟说3司会审当日，他会把所有证据连串成一个死口。他还说老胡供出了另一桩案子，太尉府买的毒不止用在侯府旧案证人身上，还有一份指定是给我。所以那次不是二小姐一个人的主意，是他出的头。但毒源和渠道，太尉府早就铺好了。林婉婷不过是人家借刀杀人的那把刀，现在刀断了，握刀的人也该现形了。把那只乌木盒拿出来。我要核对一遍证据清单，大理寺提审那天一份都不能少。
香囊里藏的朱砂，厨房里混的百日香，家庙里送出来的无痕，3次下毒，3个出处，最后指向的是同一条暗河。账册是娘留下的，供词是李妙华画押的。这盒子到了大理寺被打开时，便是太尉府灭门的丧钟。查太尉陈远山，16年前伪造军令，冒靖安侯印信，调走北境收军，至边境空虚，敌寇入侵，又诬陷靖安侯通敌，致使侯爷夫妇枉死，令查买通多人向相府嫡女林婉薇投毒未遂，人证反倒俱在，罪传上。不劳太尉操心，谁来我都接着。陈远山，你还有何话说？陛下，臣为朝廷鞠躬尽瘁，沈寒州血口喷人。够了！太尉府中一干人等全部收监候审。小姐，消息到了，太尉府被查封，陈远山收监候诊。知道了。这个人等了16年，今天总算尘埃落定，只是查封太尉府还不够。小姐是担心？不是担心，他落网时说过一句话，他倒了还有别人。谁知道他那日被抓时还留了多少后手？这几个是太尉旧部流放或革职，不过后面备注了一行小字，另有数人证据不足，暂不追究。这些只是明面上的棋子。兵部内线商队渠道，这2条暗线不掐断，迟早会换个人接着用。大理寺说证据不足不好拿人，不过青词末尾有一条永乐商队，永乐商队。太尉府用来夹带无痕的那支商队，大理寺查到了账簿，但商队在黔州，在京城管辖。我的管事在黔州，既然大理寺管不到，我来管。我替你把西南商道封死，你的人可以把京城那几个漏网的一一清理。这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份大礼。翻案是你的事，封口是我的事。侯爷、侯夫人，当年的冤屈已洗，你们可以瞑目了。女儿帮您把账册交给了能翻案的人，他翻得很好。伤还没好就急这么远？相府不是别处。案子结了？结了，该查的查了，该封的封了，剩下几条漏网之鱼，只谈会去办。我来是为另一件事。什么事？当初在凉亭说过，你我之间不谈风月，只谈真话。今天我来问问，你愿意跟我谈点别的吗？上药有效吗？有效。那就好。外面露水住，进来说。林伯父，案子已结，晚辈今日来是想郑重提亲，不是指腹为婚的老盟约，是我自己想娶婉薇。十里红妆，明媒正娶。我沈寒州此生只有一妻，不纳妾，不收通房。当年老侯爷与您定下婚约时，我尚且年幼，只知听从父命，我不会再用这桩婚事向相府索取任何朝堂支持。今日我来不是世子求相府嫡女，是沈寒州向林婉薇当面求一句答复。婉薇，你怎么说？父亲当日说不谈风月谈真话，如今案子结了才来谈，究竟是碍着盟约还是别的？碍着案子，案子一日不翻，我就是戴罪之身。戴罪之人向你求亲，不是求娶，是拖累。如今案子翻过，我不是世子，是沈寒州。双印合一，见印即归，这不是盟友的信，是我留给印都留给你妻。你若愿意嫁我，私印还我，婚事作废，我另寻住处，绝不上门纠缠。当日你留印是为了方便传递卷宗，如今把这另一半也拿出来，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归州不是一艘船，是两个人。好，我嫁。你方才问我案子没翻时为什么不来，还有一半原因，那时我虽然留了印，但你还没信我，你现在信了？信了。从你让人把毒贩老胡和大理寺清徒一道送过来的时候，账就平了。你这人算账算得太清，那我也给你算一笔。当日宴上你把羹汤推到他面前，银针变黑时，我就在想，这个女人不能只当盟友，所以你才把归州印拿出来。归州印是信物，信的不是案子，是人心。这世上敢跟我并肩站着的人不多，敢在竹林里跟我说你若失约，我便掀了这京城，只有你。我想了这些天，这句话不是威胁，那是什么？是等我。
也是答应我。西南商道，你疯了？疯了！永乐商队在黔州的几处转运点已经全部换成我的人，太尉府留在当地的眼线也被清干净了。你比大理寺快。大理寺走流程，我走人情。以后你管朝堂，我管商道，说好了各取所需，这才是真正的成就。晋安侯府聘礼：南海珍珠60墨，和田玉如意1对，云锦200匹，赤金头面全套，龙泉窑瓷器80件。世子，胡后，侯府这些年没办过喜事，库房里攒了16年的家底，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再说，我娶的是相府嫡女，十里红妆补。你这孩子会说。不过婉爷的嫁妆也不薄，他娘家的几分产业，加上我这些年给他攒的底好了，够他庆丰才能嫁进侯府。不过有一件事，女儿想把城外那间残房作为陪嫁产业继续经营，残房里的工人和材价就散了。你做主便是，反正往后侯府的内务也是你管。小姐，这是京城最好的绣庄送来的样料，掌柜说小姐的嫁衣她亲自绣，要提前3个月排工期。就这批，花样不要牡丹，用缠枝莲。小姐，嫁衣一般是用牡丹，寓意花开富贵。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我这一路走过来，配莲花比配牡丹合适。是，那盖头呢？也用莲花，不过盖头4角加绣4朵小小的茉莉。茉莉有什么讲究吗？我娘的名字里有个墨字，她不能看着我出嫁，我让她陪着。小姐，世子让人送来的，说您这几天太忙，补器械。他人呢？回京了，说成村之前还有几件事要办。临走时留了句话，让他少喝凉茶，多吃热的。管得到宽。还有3天，小姐紧张吗？不紧张，只是把账本从相府搬到侯府，换个地方理事而已。前世我嫁过一次，嫁衣是牡丹，盖头是牡丹，新郎不是他。那次出嫁我什么都不知道，以为自己会风风光光活下去。这一次我什么都知道了，知道他会在凉亭等我，知道他会把私印塞进我掌心，知道他会在所有证据都还清之后才开口问我愿不愿意。沈寒舟，你说归州不是一艘船，是2个人。小姐在想什么？想一件事，3天后帮我做一件事，让凌风把残房的孩子们接到侯府观里，坐在最后一排。我要让他们看见，从残房走出去的人也能堂堂正正坐在侯府的喜堂上。是。这只簪子是你娘当年嫁进林家时戴的，今天祖母替你戴上。往后你在侯府，祖母不在身边，自己多疼自己。孙女会的。这是林家所有库房的钥匙，不是配份，是全套。你娘让我给你留一份嫁妆，多给你备个家。你若在侯府受了委屈，相府永远是你的退路。谢谢父亲。你今天穿的是正红，我跟你说过，要穿正红。记得。听说这位林大小姐不光人美心善，还帮着翻了一桩大冤案，善堂那边就是她办的，寡妇孤儿都念她的好。世子也不简单，太尉府就是被这桩案子牵翻的。这哪是娶媳妇，是娶了位活菩萨加财神爷。官配民推，一拜天地，祭2拜高堂，夫妻交拜。知道吧？当年很疼吧？不碰就不疼。以后没人敢碰。侯府主母印加上你我各自的私印，归州不是一艘船，是2个人。以后侯府所有的事你来做主，我的事也由你做主。你的事我可管不了。管得了，从你今天对我说愿意那一刻起就管得了。留好，以后出远门记得带上。再遇刺，先看印，再想我。夫人，这是侯府各处库房的钥匙，共计16把。账册、名册、产业契书都在这里。世子吩咐过，从今日起，侯府内务由夫人全权打理。知道了，
各处管事，按名册逐位上前。老奴管着侯府马场20余年，账目清楚得很。夫人若信不过，可以另找人来查。幸会。既然管了20年，那有一笔账子弟想必其设。老太太8年前那片租里撤做了货架里，每年收上来的租子比前头减了30%。什么原因？今日正好请教。小姐，不，夫人，这几笔采买的单子我总觉得不对劲。同样的布料，上个月比上上个月贵了30%。这笔采买经手人是谁？回夫人，是针线房的孙婆子。她说今年江南发水，布料涨价。江南今年雨水比往年还少，哪里来的水？去把孙婆子叫来。孙婆子，银子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让人去你屋里搜？侯府的规矩从今日起改一改，以后所有采买必须3家比价，单据留底。每巡查一次账，由我亲自抽查，若有再犯，直接送官，不在府里发落。是。听说你今天把马场的管事问住了，他晚上来找我诉苦，说你查账比大理寺还细，连人家8年前买跑马地的事都翻出来了。他若不出错，查不着。我不过是你昨夜把主府印交给我的时候，顺便把当年娘整理过那套旧账摘要也翻了一张，只是从前没人问。那些被我叔公辈留下刁难你的管事，你打算怎么办？不换人，换规矩。人换了，旧怨结新仇；规矩换了，谁来了都得按新规矩办。不肯按规矩办的，自己会走；留下来的，都是能用的人。还有一件事，今天早朝有几个朝臣联名保奏我入阁，被我推了。推了？侯府刚翻案，根基未稳，等于把自己摆在明面上当靶子。我宁可多在兵部待2年，把根基哈实。另外还有一件事，太后今日单独召我，问起当年那道密狱的事，她想见你一面。太后要见我？不过你若不愿，我可以推掉。不必推，她见我不会只是为了叙旧。太尉府倒了之后，她空出来的那些位置，有人急着填。太后选在案子翻过之后见一个商妇，不是念旧。我在黔州查到的那些往来信函，指向的不止太尉一个人。你查到了什么？眼下还没有必要打草惊蛇，等我见过他之后，自然会有结论。在这之前，不与任何人提这件事。好，都依你。臣妇林氏参见太后娘娘。免礼，赐座。你长得很像你母亲。当年你娘入宫请安时，也像你这样不卑不亢。你娘留下的那本账册，哀家已经看过了。母亲龙阵前再说那册活的废朝梅州城里的东西早一点交出去。哀家也不知道太尉竟然连假传军令的事都做得出来，你做得很好。今日叫你来，除了看看你，还有一件事。太尉伏法之后，有人在抄文书里发现了几封旺财伤尸的信，其中有一批印泥掺的是伊进永密记录的那几笔药材买卖上。这2件事同单独看都不要紧，但合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家染坊。当年哀家密日各方不得阻挠翻案，但他一个相府夫人孤身查到这里，已经惊动了太尉。染坊里有人向太尉府告了密，紧接着你母亲就病了，半年后撒手人寰。此番哀家把永乐商队和那批印刷在黔州的几条案线都交到你手上，你是商人，查商队比朝廷容易。太后的意思是让臣妇以商道为掩护，替朝廷追查当年漏网的西南余党。臣妇可以答应，但这桩案子若查到什么高门大户，朝廷不得半路压下。那就看你林婉薇能做到哪一步，只要查得出来。你若查不出来，你撑腰，不要打草惊蛇。皇帝不知道，你夫君也不知道，哀家悬因为你是唯一一个翻案翻到一半不讨恩赏，反而接着往下挖的人。哀家见年纪大了，不然须子就厚在你身上。臣妇接旨。太后跟你说了什么？让你回来后一直没说几句话。她让我查一件旧事，是关我娘的病，也关于当年告密的染坊。目前太后不让我对任何人声张。当年太尉能够截住我娘的账册，不是运气，是有人从染坊里认出了她，直接向太尉府告了密。这个人现在还在西南。是谁？指认告密者很容易，但没有证据之前贸然指认，只会让他闻风而逃，把剩下的人全吓跑。太后不让我声张，是想顺藤摸瓜，不是只抓一个告密者。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答应过你用真话，但这个人的名字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不必说名字，你只要告诉我，危险吗？不危险。查人不查案，以商队的名义走，沿途都有咱们自己的安装。对方不知道我已经拿到了这旧跟我有关的那部分，太后说什么了？她说你运气好，娶了个比她还能管事的女人。你怎么又出来了？看你站在院子里不走，像是要在这里待一夜。
太后让我查的事，我过几天再说，今晚先歇着。王薇，西南的事，不管查到哪一步，不要一个人扛。我不会，以前我一个人扛，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现在不是了，在你手里，我跑不了。今日只宣布2件事：第一，从本月起，侯府所有采买一律3家比价，单居留底，每月初10由我亲自抽查。第二，各处管事轮值改为双人制，交接班前必须核对库存，2人签字。夫人，这是上个月的采买单子，已按您的吩咐补了比价记录。库房那边货进去了，还是先记账不出库？回夫人，按新规矩，货到24时辰内出库。老奴让库房换了新的出库签牌，一式3联，仓管留底，使领人签字，领出盖章，这1联不发货。还有，讨申对的任何人，只针对从前积下来的陋习。我也是出身里有多少猫腻。今日我把规矩说在前头，是想留人，不是想赶人。这是下个月的预算册。夫人说了，残房今年的银入不必上缴宫中，留在单堂名下周转。知道了。还有，太后那边派人送来了一担药材，说是给世子补身子用的，要不要一并计入库房采买账？药材先收进内库，不要入公账，夫人另有用处。白芷姐姐，上次查那批山西料40，我见你用的是自己的月钱先行垫付了查验费，一共2两7钱。这是残房几个姐妹凑的，不能让姐姐自己贴钱替夫人办。不用，夫人说过，残房的钱每一文都用在孩子身上。2两7钱从我的私账拨，给你不是垫付，是你今年的花红。残房那几个人的钱自己留着。单堂不姓林，单堂只姓单。小姐，单堂那边有嬷嬷问，您嫁进侯府之后，单堂还姓林吗？我只是替他管账，以后单堂的账本也按侯府新规矩来。每训抽查，每月初8报一次总账，谁接了这摊子，就把规矩延续下去。林峰来信，你在前州部的那几个人已经找到染坊旧址，染坊不在了，当年的掌柜还在，人移到后山庄子，随时可以问话。如果信上宫里这个掌柜真的是当年经手人，里面是一批药渣，这批药渣和他染坊的染料配方应该对得上，对上了就知道当年告密的人是拿着谁的信物进的太尉府。今晚不谈这些了，账查清了，规矩也定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去哪儿？去单堂，我想看看孩子们睡了没。路过，睡吧，把脚收进去，夜里凉。夫人，你怎么来了？夫人抱。娘，女儿把那批药渣交给太后了。当年向太尉府告密的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您等了16年，再等几天就好。夫人，我承袭单堂以后不收孤寡女子，咱们在旁边另买一处院子，办作残房学堂，男孩学手艺，女生学织布管账。家里有老人的寡妇可以来领些蚕茧回去养，不是施粥，是教他们自己端碗。你什么时候想的？刚才看你抱着那个女孩的时候，你办单堂，我办学堂，单堂养人，学堂教人，正好。好，名字就叫残房学堂，挂在单堂名下，但不归单堂管。学堂的事你来，单堂的事我来，2本账分开记。这盆茉莉是单堂开张那天我亲手搬来的，半年没管，快枯了。学堂的先生我来请，就找朝中几位知识的老翰林，他们闲在京城也闷得慌，教几个孩子正合适。只是学堂所教不能只限于手艺，算术、记账、律法也要讲一些。讲律法做什么？让他们以后打得起官司。你上次说想让他们堂堂正正坐在侯府喜堂上，学堂教他们怎么堂堂正正站在公堂上。世子刚才看小姐抱那女孩的时候，眼底晃了一下。我从来没见世子用那种眼神看任何人。他看夫人在残房跟工人算账时，也是这个眼神。2个人谁都不肯先开口，分的时候互相绷着，合在一起反倒更自然。夫人，这就是当年毕家染坊的掌柜毕万山。这是当年染坊私底下帮人运过的那种印泥配方，用靛青打底，加朱砂和明精，盖在纸上干得极快。太尉府说这印泥是给兵部的公文专用的，让老朽加做了3批，可配方里跟这包压里的底料毫不一样。太尉府运过印泥，那你可记得当年向你告密说相府夫人会来查染坊账簿的人是谁？后来相府夫人来查账，老朽就让人去报了信儿。没多久，就听说相府夫人病拒了，老朽怕惹祸上身，连夜关了染坊，躲回西南。陈平的口供已经在卷，加上这份，姨娘当年的病因就不是天灾，是人祸。
查了这么久，最后落在一个管事和一个染坊掌柜身上。陈平上面是太尉，太尉上面还有没有人？那份旧档里没写。但陈平不过是个管事，印尼和告密两件事他都经手，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主意。背后的人至少要同时知道兵部的文书格式、太尉府的印尼配方，还有我娘查账的时间。太后旧册上提过一人，陈平曾以宋节礼为名，单独见过一个人。谁？册上没写名字，只写了某。太后说等你查到这里，她会告诉你。她是在等我们自己把证据链串上，再给最后一块铺土。我知道了。好，染坊掌柜的供词一到，陈平这条线就彻底坐实了。这下不光能定陈平的罪，还能把太尉府当年用印尼伪造军令的细节。你们夫妻二人，一个翻旧案，一个查新政，把大理寺3年没查清的案子，半年内全结了。本官替朝廷谢你们。大人客气。陈平上面还有没有人，请大人留意。世子是说太后那边？太后那边，那人会去请安。陈平上面的人是先帝的堂弟荣王。哀家当年写密谕时，只知道太尉一人从中作梗，后来看到这批药渣，才想明白，能让太尉在兵部来去自如的人，不是先帝。先帝临终前托荣王辅政，他就用辅政之权，把伪造的军令当成真令发出去。你娘查账撞上的不是太尉，是荣王。荣王如今已经病故，但他的旧部还在西南。这批人手里至今握着西南几条商道，用着当年那批印尼配方，你可以去查他了。臣父查账不为翻荣王的旧账，是为了让西南那几条商道不再用我娘查过的假印尼走货。该查就查，你已经不是当年你娘，你背后还有世子，有林家。哀家一个快入土的人，不会再拿密谕压你。地图都快被你戳破了。几间染坊都关了，但旧印尼配方还在用。找到什么了？上次拦下的西南信函，封泥泛黄的位置和太后旧档里的残片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荣王虽死，他的旧部还在用老方子走。黔州3处回路关卡，我的人能控2处，第3处在苗寨交界。先让你的管事查仓库，再让林峰带人过去。好，3处关卡，一封就封死。他们想从广西绕，我另有安排。夫人，近2年还在用旧配方的作坊都在这儿。这家仓库里至少存着60斤成品，用的还是当年毕家那套印版，还有这半张残签。去年秋天3笔大额买卖，买家不是商队，格式挂了亚卫案的官政策。属下还查到毕婉山出逃后，他接了旧方子，还在给西南官仓供货。毕家还有人，既然找到了毕家的人，那就从这家开始。你再跑一个，把林峰的人带进去，先取样本。对了，夫人，我要确认这批印尼的配方和当年毕万山手制的是不是同一种。是。他们还在用3乡主人家当年那批药材铺的旧账，属下照您的意思，把铺子从新东家手上买回来，这是当年的老账。夫人，样品已经验过，这批印尼的配方和碧云山当年手制的完全一致。仓库在黔州城西，从水路走3天就能入境。林所控水路3处关卡，富平从陆路绕到仓库后方，先封货，等他们往北运时再扣人。记住，只封印尼，不动其他货物。断了这条线，他们的密信就没了底料。这几个名字里，有一个是咱们喜宴上敬过我酒的人，他去年回京的时日和毕家那批印尼出货对得上。我暂时不动他，动了就会惊到太后的人。太后想借我这条商道，我也借他这张释身符，两不相欠。那就先封印尼，等时机到了再动。另有一人是我外祖母家的远亲，我查过，他近几年商队没走过印尼。那就不再起列，但不能让他继续留在黔州。等印尼的事收尾，把他调进京，安排进残房学堂当个挂名监院，一来软控，二来也让你外祖母放心。这位是前国子监祭酒周老先生，往后教孩子们经史和算术。左边这位是前工部主事钱大人，教律法。右边这位是前翰林院编修孙大人，教书法和记账。好字帖，手要这样放，梭子推过去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你叫什么名字？小苗夫人。我娘以前也是织布的，后来病了，再没人教我了。以后有人教，这里每天都有人教。你织好第一匹布，拿来给我看。那个孩子上次在善堂裹着被子说了，现在倒精神了。他打盘的手法是从货搀伙计那儿偷学的。上回我在善堂门口看他给菜贩子算账，心算比账房还快。这孩子不用织布，
让他跟着周老先生学算术。今天讲契约，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契约一致2份，双方各执1份。若有纠纷，凭契说话。那就打官司。从前穷人不打官司，是因为不识字，看不懂状纸。现在你们识字，能看状纸，就能上公堂。夫人把太尉府的旧账翻到3、4会审，靠的不是求情，是一条一款的凭证。这2条用错了，不是擅调军需，是冒印伪造，差1个字，到公堂上就可能被对方师爷抓住把柄。回去各抄10遍。夫人，世子教人打官司的样子，好像在教怎么拆他同僚的台。他巴不得把这些同僚都换成残房出去的人。明天见。去吧，明天见。小时候父亲逼我练字，说字如出人，我那时怎么也练不好，今天倒派上了用场。这笔字拿去当启蒙范本还不够格，但刻在学堂门头上正好。恭喜世子，恭喜老夫人。夫人是喜脉，已2个月了，脉象沉稳有力。我说这几天怎么总想喝酸的，原来如此。夫人，往后您可得好好养着。只是怀个孩子又不是生病，该做的事一样不能少。把账册拿来给我看看。太医说了，前3个月最要紧，所以更要趁现在把账目理清。等月份大了，精力就真不够了。我让你单独闭的那本库账带来了吗？你说的早点歇着，就是换了个房间继续看账。就剩几页了。城南新收的庄子，明年要改进学堂教舍，预算要提前算好。我让白芷把林上次送来的黔州图也拿来了。明年蚕种从西南进，避开水路关卡换陆路。正好你在这儿，帮我看看路线。既然你我如今是一条船上的人，预算没问题，但我加了1条，从第4个月起，账房每日只许你理事4个时辰，超过时限账册自动搬到我书房。违反1次学堂的教习的律法课，抄1遍大周礼互婚篇。你这是拿学堂的功课来压我吗？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能带头破。 4个时辰就4个时辰。不过有一件事，明年学堂要增聘一位教女红的先生，人选我已经定了，是当年我娘药铺里一个伙计的女儿，后来罢到残房做工。什么时候让她来？等我生完之后。她说想亲手给孩子绣一件百内衣。你这几天话少了，是在担心什么？没有，只是在想孩子出生以后，让他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家。你觉得现在这个家够不够好？够，但我想让他知道，他爹娘当年不是靠运气赢的。经三司复驾，侯府旧案全部查清，所有诬陷不实之词一概撤销。靖安侯沈明远及夫人岳氏忠烈清白，吹复原爵，赐祀忠义。谢大人，另有一事，当年伪造军令所用印泥，已查实出自毕家染坊。送到忠烈祠。父亲、母亲，案子翻完了，不是平反昭雪，是忠德清白。儿媳林氏见过公婆，账册已交，印泥已封，爹娘，你们可以安心了。这是你娘刚嫁进林家时画的，我一直收在这儿，没敢挂出去。祖母，娘的画像可以挂出来了，案子翻了，当年告密的人也认了。佛祖在上，信女临尘世，替儿媳还愿来了。这把是你娘留下的备用钥匙。当年他怕万一，把一部分账册寄存在城西的观音庙里。今天去取出来吧，他存的东西该让你看看了。今天在大理寺，你接过文书的时候手在抖。你看出来了？我不光看出来了，我还看见你转身时用袖子抹了一下眼睛。16年，我以为拿到文书会想说很多话，结果跪下的时候，只想起来一句：“你们可以安心了。”够了，他们等了这么多年，
等的不就是这一句？生头胎都慢，你这才等了2个时辰，急什么？恭喜世子，母女平安。夫人说让世子进来。你辛苦了。不算辛苦，他心疼我没闹太久。你看看他像谁？像你2世加起来全部的温柔。人之初，性本善。他听懂了，他笑了。好，以后让他跟着你们学。我教你打算盘，我教你打算盘。白芷，孩子取名了，他爹想了3个月，想了100多个名字，最后定了一个最不像他风格的，叫什么？沈念安。念是思念的念，安是安心的安。念安。世子是怕被人觉得太软，所以挑了这个好寓意的。不是，他说念安是念天下安的念安，也是念他娘一世安好的念安。你什么时候把学堂明年的预算也塞到我公文堆里了？不是塞，是让你提前熟悉。等念安长大，这些账都是要给你看的。现在先拿学堂的练练手。他的针线是不是像你？哪看得出，他这么小，连拳头都握不紧。不过白芷说他的手指很长，以后打算盘有优势。打算盘的事以后再论，今晚先论另一件事。他满月了，你呢？账房里那4个时辰的规矩是不是该加了？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知道。您加了，从今天起每日理事3个时辰，超过就把账册锁进你书房，锁是我自己上的。夫人，这小祖宗力气可大，我的头发都快被他薅秃了。给我。夫人，您这哄睡的手艺比账房先生打算盘还利索。无他，唯手熟耳。他爹熬了一夜写公文，早上出门时跟我说了一句梦话，说残房学堂新来的孩子算术不如念安。他今天下午闹了没？没闹，在我膝上睡了一觉，醒来吃了半碗米粉，比你好带。你忙起来一日只吃1顿饭，连凌风都学会了问老婆子讨蜂蜜水。西南那边的印敌旧案，我已让坏凌风全部注销，染房原址也转让出去了。以后不再有密信，不再有假印，剩下的事留给凌风的继任者去操心。也好，等学堂新校舍盖好，你我还得去残房那边看看新收的蚕种。你明天去学堂还是去衙门？上午去学堂看校舍开工仪式，下午去兵部，晚上可能迟些回来，有些交接上的琐事。单堂新到了一批蚕茧，我要去验货，念安我带着去。白芷说她自己会走了，一放进纺车旁边的小围栏就不哭，还伸手挠轮子。他将来大概会算账。会算账好，会算账走到哪里都饿不着。
小祖宗，这个不能咬，只能看。图纸定了，东边3间做新教室，西边2间做律法课讲室，后院还预留空地，以后可以做射谱。那个不肯学打算盘的孩子，以后可以选射箭。我还以为你只教律法，射片谁当教习？你亲自？我自己教。对了，不教字体和一架旧琴，也教他们守规矩。弓马是规矩的一讲室，是周老先生带来的，以后放在希尔屋，愿意学的孩子午休时自己去翻。歪了，请你买我出肉端不起了，还狠就10了。你打我干嘛？歪着就会长歪，先生说的。这株茉莉是从善堂后院那盆分出来的，那盆是我嫁进侯府前亲手种的。现在分一半给你们，记住，茉莉喜水，但怕涝，浇多了根就烂了。这个孩子说读律法是为了帮人打官司，最喜欢的案例写的是太尉假印案。好，以后考中了壮师，让他来找我。善堂的资治军巡处正缺这样的人手，管饭。荣王旧部最后几个还在走印尼的人，被凌风堵在黔州旧仓里，人赃并获。印尼120斤，配方与毕家染旁一致，涉案3人移交当地按察司，幕后主使周世安。当初太尉劝降荣王旧部时，他是不肯从的那个。事后交了兵权，20年不曾碰过朝政，但他知道那批印尼的存在。如果他早一点说，他娘当年也许不会撞上告密。一个没有作恶的人，偏生举棋不定，知情不举，终究是害了不该害的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如今每月1次到学堂给孩子们整理旧书，孩子们叫他唐人沙哑。也凌风会在黔州坐镇收，把剩下几条案线全部移交当地按察司。至于他主犯是知情人，太后昨天派人递过话，说当年不曾参与造假，但隐瞒实情，该罚。太后问你我怎么处置？你怎么回答？我回太后，此人已在学堂做事，已赎旧过，可以让他在善堂多整理旧账的差事。残方学堂监院的名位本就是挂名的，听起来不像发落，像给他找了个养老的地方。养老？他手底下还管着学堂的旧书整理和善堂的旧档清册，他不是怕见官吗？那就不用见官。夫人知道了，一直知道，只是没有证据证明你知情。直到上周，在黔州找到那份染坊旧档。老朽当年确实知情，荣王府假印的配方，老朽亲眼见过。太尉想招安老朽，老朽不肯参与，但也没有去告发。后来听说相府夫人查到这里，老朽还是没出声。不是不敢，子孙还小，家业未立，怕一旦站出来，就再也回不了头。老朽这双手没沾过印尼，这句话夫人信也好，不信也罢。主体期，凌风查过你的商队记录，你没走过印尼，所以你今天才能坐在这儿整理旧书。你帮过旧僚，也替荣王府藏过旧档。你在黔州烧掉的旧档是假的，真的那几卷，你把它交给了谁？交给谁？老朽把它藏在家庙家墙里，一藏20年。前日世子的人来搜查，老朽自己开的墙。夫人，证据都在，该怎么罚怎么罚，老朽不怨。但学堂这边能不能让老朽把剩下的旧书整理完？孩子们月底还有1次珠算小考，他们还在等老朽收卷子。学堂的监院名位保留，从收下月起，善堂的旧不旧档你也监管，每月考核1次，全年无休。主体3会把最后几条案线移交给按察司，你的继任者也该接手了。残方学堂的监院留给他，就当给我外祖母一个交代。荣王旧部到这里，算是彻底翻篇了。以后学堂只管教书，不管旧事。倒是你那3个时辰，今天超了。没有，今晚找你是例外，不算例事。念安今天学会了一个新词。什么词？他说唐人，对着阙师说的。从今天起，满口就剩这2个字。从今天教他喊唐人爷爷，他只会喊唐人。
靖安侯世子沈寒州藩侯府冤案诉西南韦印，功在社稷，着即进靖安侯加兵部右侍郎衔，赐侯府正门挂御笔金匾。世子夫人林氏协查有功，封二品诏命夫人，其所办残房善堂赐御笔匾额，则必丧之。当年你拿着那本旧册子来找哀家，说你娘的账还没算完，如今账算完了，你倒是没跟哀家讨太后给残房善堂赐了御匾，不管谁接了这摊子，都得像这匾上写的，则必丧之。那你自己呢？二品诰命还嫌不够？臣妇想让太后应臣妇一件事，善堂往后收的菇果不再按籍贯区分，只要人到了那里，有回窑资要咬小猪养学都收。从前地残王收起学堂，各州府户籍的限制，召开坊间残民收入买原籍。不怕，善堂不姓林，也不姓沈，他只姓单。残王学堂的规矩也一样。不管外面的人怎么分，到这里只有两种人，想学的和不想学的。想学的就应该有先生。夫人，老朽替善堂所有孤寡谢您。善堂能避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忙子。我娘护了账册，太后给了御匾，世子在城外多盖了学堂，我只是替他们把路铺平。以后善堂按新章程办，不分籍贯，只看是否需要。朝里有人说，光凭翻案和封印泥，值不得一块世袭侯爵的金匾。有人说是我娶了你，靠相府的旧交。让他们说，你当年说归州不是一艘船，是两个人，现在御笔给了则必丧志，你的功劳是翻案，我的功劳是算账，合在一起就是金匾。不过别以为升了爵位就可以不用陪念安学走路。我的小心肝儿，爹爹，糖人，就知道你要，只准吃一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也要吃糖才肯磕头。哈哈哈哈哈！岳父请。这是你娘当年留给你的天庄，本来等你及笄后就该给你，但那年你去善堂查账册走得急，我替你收着，一搁就搁到现在。谢谢祖母，娘写的这几句话，女儿做到了。娘好看，这孩子眉眼像你，笑起来像你娘。你娘在天上看见，不知该多高兴。你还记得这儿？记得。那天你跟我说，你若失约就陷了京城。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我失约了没？没有。你不但没失约，还多带了一块金匾。太尉府的案子翻了，侯府的冤洗了，学堂的槐树也长高了。当初你说归州不是一艘船，是两个人，这块金匾人变成3匾，算不算数？算。不过金匾不是嫁妆，也不是聘礼，是你后念安长大了问他爹娘做过什么，不用编故事，照实说。糖人，这孩子今天吃了3块糖，你给的。太婆婆偷偷又塞了一块，我看见了，没拦。夫人，善堂收容的人已过百，御佑堂的章程，老朽拟出来了。明日让富平去看空屋，能改则改。鸡蛋米糊从我的私账走，奶母婆子优先从善堂里招。是。若有儿女的寡妇想改嫁，御佑堂是否还继续收托孩子？这一条老朽不敢做主。准。不论改不改嫁，孩子总是无辜的。御佑堂不设门槛，有需要的就收，走了也不追债。
学堂和育幼堂都不分级怪。娘，这是什么地方？育幼堂，让小娃娃白天有人照看，他们娘亲就能去学堂学手艺。那我以后能来帮忙吗？能，放学后来帮你白芷姑姑发鸡蛋，也发识字卡片。夫人，正厅不供佛，只挂一块匾，老大人题字“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是羊，这是马，等你长大去学堂，我带你骑。不必谢，育幼堂不是施粥，是合伙，把孩子放在这儿，安心学手艺。将来学成了，每季回来做1天义工，不是付钱，是付时间，为的是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不是嗟来之食，是彼此托举。会写字的人可以帮孩子们描识字卡片。爷，育幼堂那句“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是什么意思？疼爱自己家的孩子，也要疼爱别人家的孩子。那里的孩子不分谁家的，都一样被疼。那我疼弟弟是不是也算？算，你帮娘给娃娃们发鸡蛋、发识字卡片也算。鸡蛋。今天在育幼堂，念恒一口气吃了2个鸡蛋，白芷说第3个就拦住了。随他。你小时候在善堂查账，一天只睡几个时辰，谁拦得住你？现在有人拦了。你今天晚上批了几份文书？我看看。恭喜侯爷，恭喜太夫人，夫人是喜脉，已2个月了，脉象沉稳有力。娘，你病了吗？不是病，是你要当姐姐了。姐姐是做什么的？姐姐就是教弟弟妹妹走路、验字、发鸡蛋的那个人。你觉得你能不能做好？能，我已经会发鸡蛋了。育幼堂的娃娃都认识我。你跟他说句话，他现在虽然还听不懂，但会记住你的声音。我是姐姐，你出来以后，我给你发糖，不告诉爹爹。孩子的话最准，一定是个小公子。凌风来信，西南那边旧印尼的人已入案卷，染坊分号也办妥了。另外他问你好，说夫人若不忙，帮他新收的小徒弟挑几本律法入门书。他自己怎么不挑？他说他的律法是跟你学的，挑书理应由先生定。念安出生时，你说他像2世加起来全部的温柔，这个呢？像你算账时的认真，也像你从来不服输的韧劲儿。不过有一点要提前说好，将来学堂珠算射箭，家里只让他教打算盘。还教什么？念安已经选了律法，这个若也学律法，不能就没人接你的算盘了。一个管笔，一个管盘，合在一起才叫归州。名字想好了吗？想了一个，念恒。恒是古玉的名字，配上之玉，行路有节，不取光宗耀祖，只取节制有度。念恒，念安，念恒，安行节止。好，就这么定了。他好小，比育幼堂的娃娃还小。他什么时候能跟我去发鸡蛋？等他长到能走路的时候，你从今天起就是姐姐了。以后教他打算盘、认字、骑马，你会的都教他。我会发鸡蛋，也会背《三字经》，我都教他。他不听话怎么办？不听话就告诉他，姐姐当年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会背人之初性本善了。今天在兵部，有人恭喜我儿女双全，我说2个就够了，多了学堂也叫不过来。你怎么回答？我说我家账务全归夫人管，生几个他说了算。侯爷，令渊的骑术和法律一样，都是下了真功夫的。
沈念安，你来答。依大周律互婚篇，契约1份2份，双方各执1份。若有纠纷，平气说话。口头约定须有3人以上证人方有效力，否则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但有一个例外，若一方以部分履行约定，且对方接受，则虽无书面契约，仍可视为约定成立。这个但书条款连大周律的著述都未收入，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娘10多年前查太尉假印案时用过，她在西南商路靠的这个但书条款。当年没有书面契约能证明荣王就不履行约定的证据，但我娘找到了他们部分发出去的那批货，收货方签了回支，回支就是接受履行的凭证，案子就这么翻过来的。你娘的案子比著述更全。是，这条但书因太偏僻，著述的确没有专门收藏。你娘当年是向大理寺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法实论证，方才被采纳。回去告诉你娘，她的论证被补进了学堂新编的律法教材。1上1，2上2，3下5除2，4去6进1，6上1去5进1，7上2去5进1，8去2进1。先生，下田折银时3分5厘，该往上进1位，您落了1厘。你这孩子，将来打算算盘是要报算师业的。今天珠算考了多少？先生被我考了一道，他说他扳指头心算漏了1粒，我替他补上了。他罚自己抄了一遍9章算术的田赋章，我帮他抄了1半。罚自己抄9章算术，这法子倒新鲜。你俩一个打算盘把先生算到自罚抄书，一个教律法把旧案当教材。学堂如今的先生跟我抱怨说侯府的孩子不好教。娘，不是不好教，是我和姐姐各像各的。趁热喝。当年你说让孩子看见我们从残房走到这里，现在他们不但看见了，还替我们多走了几步。念安的律法补进了教材，念恒打算盘把师傅算到自罚。你当年说念安会算账，他倒先把大周律啃下来了。全啃下来还早，他只是把我做过的重新做了一遍。但愿他以后不必像我那时孤立无援，身边有师长有同窗有他爹撑腰。学堂的朱慧种的槐树留一块地，现在树这么高，学堂也变样了。念安今天在律法课上把你的案子补进了教材，先生让他告诉你，你的论证被补进了新编教材。他们走的路比我平，我们就不算白费。不算。臣林伯庸自先帝朝入仕，今年60有7，老眼昏花，精力不济，恳请陛下准臣治术，以让贤路。此番治事，朕准了，加恩赏太子太保衔，回复颐养。林清推举的继任人选，可是你当年的门生，现任吏部侍郎孙文正。正是，此子虽出身寒门，然持身以正，处事以公，臣以身家性命保举。林清，文正今日不偏心部，见的是门生，见的不是自家人。臣的女婿若再尊自家人入吏部，天下人会说是林家把持朝政，臣不敢。岳父，今日怎么突然请辞？不突然，这封奏烧老夫写了3年，一直在等时机。太尉案翻过后，朝中局面已经稳了，吏部就有孙文正接任，就多占一个后生的位置。不如回府含饴弄孙，享几年清福。念安，外祖父不当官了，以后天天在家。你放学过来，外祖父教你写字。外祖父的字比学堂先生还好吗？老夫的字是先帝御笔钦点的楷书第一，虽然退下来了，但教你个开蒙的孩子，绰绰有余。外祖父会打算盘吗？打算盘，外祖父不如你娘，算盘还是让你娘教。不过外祖父可以教你写奏折，你爹当年被你外祖父改过3遍诏子。岳父当年是改过，但那时候是历练，您当时说的是后生可畏。这一本是为父当年写给先帝的奏书，替沈明远喊冤。父亲在翻旧折子，先帝没批，为父退而求其次，求先帝保留侯府的爵位和旧当，等将来有人能翻案。父亲不是不敢，是时机未到。当年若交了，账册就会被销毁。大半2辈子不是保不住侯，是你娘因此受怕病故。你和婉婷姐妹说过，把她关家庙那天，自己真是太狠了。不狠，他没有一刻值得饶恕。我把他们都当问婉婷的机会，又从一害。父亲若觉得当年对他太狠，那就把这间书房收拾出来，给念安和念环当假日书馆。您教他们写字念书，就当是替那些没机会长大的孩子多教一夜。好，为父就替那些没机会长大的孩子多教一夜。你把念安和念环的课表拿来。父亲今天把当年为你父亲的陈情折子翻出来了。他说先帝没批，后来保住了侯府的爵位和旧案。那封陈情折子我知道，你父亲的陈情折子就是当时朝中唯一的助理，不是只有我们2家记着这件案子。父亲老了，今天在书房，他说当初把婉婷关进家庙时，不知是不是太狠了。我看他翻旧折实事的手已经抖了。念安和念恨磕头时，他别过脸抹了一下眼睛。你怎么回的？我说学堂的孩子就是婉婷的机会，
林家欠他们的，学堂还。你们父女俩都是嘴上不说，心里念叨的人。夫人，他就在2层。他见到生人会发抖，尤其年轻女子。夫人若要进去，老尼在门外候着。有劳师太。白纸，伞收了，你也在外面等我。今日不是送斋饭的日子，你把饭放在门外，我自己拿。是我，是你，你来做什么？来看我有多惨。账早就算完了，太尉伏法多年，旧部也都清干净了。我今日来不是翻旧事，是来告诉你，父亲至圣了，学堂也成了。善堂碑上刻了不分籍贯，你的侄女叫念安，侄儿叫念恒，2个都很好。将来若有机会，还给他。让他自己看看，当年他以为能杀我的东西，到头来只是伤了他自己。你走，不用再来了，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不必还。你是我妹妹，不管你做了什么，这个名分我改不了。死后牌位不入祠堂，进善堂旁边的义冢。你欠的，用这个还。下辈子不必来找我，你我两不相欠。阿弥陀佛。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我把那半截玉簪还给了他，他摔的，他自己捡。夫人，我今天吃了2个鸡蛋。长身体的时候就该多吃。明天让你娘带你去学堂领新的识字卡片。夫人，育幼堂开张1年，共收托幼儿73名，其中42名已随母亲安顿后离开，这些是留下孩子的名字。残房那边今年新收的学徒，有一半是育幼堂孩子的娘亲。学堂新聘律生显示出去的，就是当年抱孩子来领鸡蛋的那个寡妇。育幼堂是帮他们站稳脚跟的地方，不是一辈子留他们的地方。走了的要记着，没走的要教好。新来的那几个孩子，识字卡片发下去了没有？发了，还有个孩子用识字卡片拼了一句话：谢谢夫人。萝卜要拔大的，小的留着再长长。这是善堂何伯伯教我的。今天的收成拔了37根，按市价值2000银子，够育幼堂买3天的鸡蛋。小公子越来越像个账房先生了，小姐倒越来越像您当年带着一群人干活，自己袖子卷得最高。念安做事有主意，念恒能打算盘精细。学堂的珠算先生跟我说，他明年可以跳级。我学会喂鸡崽了，我帮他给小妹妹垫了尿布。当年送念安来育幼堂发鸡蛋时，只盼她不娇气。做得好。如今她不只是不娇气，而是已经会带着别人做同样的事了。娘，学堂今年新收的3个师弟都是当年从育幼堂出去的，他们娘亲在残房做工，供他们念书。其中一个说想考壮师，跟我一样。那你就帮他，你当年怎么学的就怎么教他，只不过别替他省掉自己该下苦功的那部分。娘，残房的秋蚕收成比去年多了2成，傅平说今年私价好，学堂的教舍可以提前动工。这笔钱不用全从残房出，兵部今年核减了冗费，户部批了一笔学拨款，朝廷也会分担部分。钱够了就好，学堂扩建不是加几间屋子的事，多出来的教室全都给律法和珠算。念恒，快点！今日的菜快点，能换20个鸡蛋。夫人，按您的吩咐，一种不刻亡者姓名，只刻善堂一种4字。这里埋的是学堂和善堂无人收敛的孤寡，还有几个当年太尉案中牵连的无名遗骸，其中有一具是婉婷姑娘，前几日从黄觉寺接来，已按您吩咐入土。他生前做了许多错事，死后不入林家祠堂，但终究是我妹妹，让她躺在这里，
跟善堂的人在一起。我记得当年念安出生时，你说让他学会打算盘，走到哪里都饿不着。如今他选了律法，打算盘的事落在了念恒头上。一个人只有一双手，他想打官司就让他打，念恒想打算盘就让他打。姐弟俩一个管笔一个管盘，合在一起就是我当年想要的归州，不是一个人扛，是两个人并肩。夫人，新教舍的匾额已经刻好了。周老先生说您当年亲手写的残房学堂4个字，老匾还是挂在新教舍正门，和以前一样，这笔字的力道刚好，再刻一块也代替不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太公太婆，学堂的槐树今年又结了籽，等新教舍院子整好，我就把树种下去。太公太婆，我的珠算过了府试，以后能留在学堂当助教。他欠的不是我，是那些被他害过的人。名字不上碑，但坟在这里，每年清明有人扫。婉薇，1年前你从绝寺回来，什么也没说。今天我想问一句，你原谅他了吗？不原谅，但也不必恨了。恨一个人恨了这些年，也该累。我现在有念安，有念恒，有你，有学堂和善堂，他没有。这就是他要还的。他的终局不是我的终局。大小姐当年在残房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还没桌子高。凌风叔叔，我今年都已经去大理寺旁听案子了。你娘当时也是这么矮，然后一手把账册拍在桌上，说这批军饷单子印泥不对。小姐长大以后越来越像夫人，连挑茶叶的手势都一模一样。今年是第几年了？念安15，念环13，算下来，从太尉案方案坐在书房，我写会结案文书，他还不会喊爹。现在他不但会喊，还会替你改折子了。上次你那份给兵部的奏造，他替你圈了2个病局，你堂堂兵部侍郎被一个半大丫头捉笔墨，什么滋味？滋味还可以，毕竟捉我笔墨的丫头是从小被你教出来的。太公太婆，学堂的槐树今年又结了籽，先生说槐籽可以种，等新教舍的院子整好，我就把树种下去。太公太婆，我的珠算过了府试，先生说以后可以留在学堂当助教。婉婷就埋在这里？是，不入祠堂，进异冢。他当年害过的人，有些也埋在这片异冢里，让他躺在这里，每年清明、重阳都有人扫墓。好，不入祠堂，进异冢，这是他欠的。为父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其他，是没教好他。父亲教好了女儿，也教了学堂的孩子。御右堂厅挂的那块右无右以及右是您写的，学堂新教舍门外那副对联也是您手书。念安和念环的字都是您教的，您教的人比您没教好的人多得多。念安，把新写的字拿来给我看。比例比上回好，收锋的折笔还得再脆。你娘当年练字也是这样，折笔总写不好，后来外祖父罚他抄了10遍千字文，他才把那个折笔写正。你怎么还记得？因为您当年也罚过我，同样的折笔，同样的千字文。念安，你外祖父罚人的法子几10年不变，不过这一招确实管用。念安、念环，你们2人各饮一杯茶。今天不是什么大日子，我只是想跟各位说几句话。清白不过是开始。当年我跪在忠烈祠里，对着父母的牌位说，案子翻完了，不是平反赵雪，是忠德清白。后来才知道，清白不过是开始。你们中间有学堂的先生，有善堂的管事，有残房的工人，还有当年跟着我和夫人一起查案的人，你们才是清白的结局。你们才是清白的结局。清白不是一纸文书，是看到学堂的孩子站在公堂上替人伸冤，是善堂的寡妇学会了手艺，是残房的孩子考中了壮师。所以今天这杯酒，
敬你们！你还记得这儿？记得。那天你跟我说，你若失约就先了京城。后来我问你失约了没，这些年我没有问过你多少次，但今天想朋友，但今天想再问一次，这一辈子所有的事，我失约了没有？没有。归州这2个字你已经兑现了，不是1年2年，是这一生。那就好，往后念安和念魂会替我们继续走下去。育幼堂、学堂、善堂，以后都交给他们。不是交给他们，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念安的律法，念恒的珠算。我当年说想要一个家，让他们看见爹娘不是靠运气赢的。如今他们都看见了，还替我们多走了几步，这就够了。前世的这个时候，我倒在哪里都不知道。今生这个时候站在这里，下面是你父母的祠堂，那边是学堂，在远处是善堂和育幼堂。你冷吗？所有我在乎的人不冷，只是想起一些旧事。前世林九递来的那碗毒药，我喝了个干净。重来一次，我用账册翻案，用印泥查人，用学堂和善床把当年亏欠的都还回去了。沈寒舟，你说归州不是一艘船，是2个人。现在我想告诉是这片灯火，不是林家，不是侯府，是这里所有灯火照到的地方。往后不管谁接手，这片灯火不会灭。只将念左不得，哈哈哈！